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今天我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落地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建设的一个课程。那今天呢，我会教大家打造一个非常专业又非常好看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那这里呢，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个课程的话不需要你懂代码，也不需要你懂设计，制作过程呢也使用到的一些都是呢一些免费的主题，用我们的一个网站构建器通过轻松的一个拖拽来布局我们的整个网站。那看完这个视频呢，你不仅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一个公司网站，或者说你的一个个人网站。当你学会了这些技巧以后呢，你说不定还可以开一个专业的一个设计网站的公司都没有问题。步骤大家不要想得很难，非常的简单我会分享一些专业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技巧。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呢，也会用到非常多的素材大家呢都不用担心，所有的一些需要的一些素材呢，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会放在我的一个视频描述栏，大家打开描述栏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做网站的话，不仅要在电脑上看起来漂亮，那我们在手机上呢，平板电脑上呢也依然要看起来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人使用手机的频率呢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的手机端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构建，我们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顶部的话有我们的一个菜单栏，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导航栏。那么鼠标往这里移呢，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制作一个2级菜单，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下拉菜单。那最左边呢，这里呢有我们的专业的一个 logo， 右边呢还有一个联系我们以及我们的联系方式。这里呢也可以留下你公司的一个微信或者企业邮箱都可以。那这旁边呢还有一个搜索按钮，那么这里呢我们点一下呢，它会跳转到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在这个关于我们呢，可以详细介绍你的公司你的团队、你的实力等等。那么在这个页面呢，还有一个主页灯箱的一个效果，可以看这里可以填入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你公司呢有哪些服务。再往下拉就可以看这个区域呢主要是展示你公司的一些产品。再往下拉呢，这里有个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介绍，这里呢有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鼠标再往下滑，这里是客户的一些反馈那你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让其他顾客呢、新客呢可以看到老客的一些评价。那鼠标再接着往下拉，这里有我们的一个底部栏就是我们的一个页角，也是有你公司的一些介绍，你提供的一些服务你常用的一些链接，还有一个邮件订阅。那么大家都知道国外的话，一个邮电营销呢是非常火的。如果你把这个邮电营销做得非常好的话，那你可以让你的一个收入翻倍。那之前呢，小月有讲过一期在这里呢有给大家讲过怎么样用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看小鱼的这期视频。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那么这里呢，任何一个常用链接，你只要点进去呢，它都会跳转到一个相应的一个网站页面。这上面呢，鼠标回到右顶上，这里呢有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写文章，直接点击进来，这就是我们的这些文章。如果说你想看哪一个呢，直接点击哪一个就可以，它会跳转到相关的文章的一个页面。那么这些文章的话，后期的话你可以直接改成你公司的一些文章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出口的一个公司比如说它会有很多的服务它还会有一些定制化服务或者说一些解决方案。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可以看到有我们的一些团队的一些成员。回到我们的联系我们的页面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邮件的提交反馈的一个地方。那下面呢可以看到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个地图，它会直接定位到你公司的一个地址。那么我们整个网站的结构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专业，非常的好。只要你认真看完今天这个视频的话，那你也可以制作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这个视频呢它会很长我会把我所有一些好的东西一些技巧呢全部都掏出来，那保证让大家呢看完这期视频呢可以轻松的创建你的网站。那记得大家先点赞视频，先保存视频，再跟着往下看。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么今天呢，只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这个视频来学习做网站的话，那我也会把我所有的知道的一些方法呢全部都告诉大家保证让大家呢能够看完这个
视频呢能够学到东西。接下来的话，我们一共会分为4个步骤来制作我们的一个网站。第一步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域名和主机。大家都知道这个域名，不管你是做网站也好或者说你博客也好，它都需要一个域名。可以看到在这里这是我的频道小鱼儿网站建设。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域名。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域名这个网址呢来找到我的这个频道。所以这个每一个网站它都有一个属于它的一个域名。这个主机的话，它就是存放我们网站的这些图片、文字、视频就是存放我们东西的一个地方。那你网站的所有的信息呢，它都会存在这个主机里面。它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网站的一个家一样，所有的东西呢都会收纳到里面。现在市面上呢主机类型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做网站的都知道。我也测试了很多的一些主机服务器，那用了之后呢，给我感觉比较好的呢还是这一款 Hostinger。 首先一个它的性价比呢是非常的高。第二个，性价比高的同时呢，它的配置也是非常的高。它既便宜，而且它的功能又多又非常的安全。那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针对我们中国，它还支持一个中文。那么你第一次进来可以看到，你看不懂这个英文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一个红旗这里点进来之后，我们直接选一个中文。OK， 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就完全就成了一个中文界面。右下角这里呢还有一个中文客服，那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这里呢和它进行一个对话，非常的方便。这个 Hostinger 的话，它整体的一个口碑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来告诉大家怎样来注册这个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主机注册我们的一个域名。这里呢，小鱼呢在下面描述栏里面提供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点击到这个 Hostinger 里面去进行一个注册。那么通过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呢，直接可以进入到 Hostinger那么你还可以获得一个20%的一个优惠。这里相关链接大家直接在描述栏里面去找。建议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然后找到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首先进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里的一个价格。在这个价格的下面呢，可以看到它呢有一个30天退款保证。这个呢就是说，你30天以内有任何不满意了，到时候你都可以直接去申请退款。我们就点这个现在开始。那这里呢，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中间这个套餐可以看到是最热门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套餐。它也是属于一个商业计划商业计划的话可以看到，那么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选择这个套餐看一下。那么点击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周期选择我们点这个三角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1个月，可以选择12个月，那可以选择2年24个月，也可以选择4年。那么这里可以看到选择1个月的话，它的价格是99.99元，并且呢没有域名赠送那我们做网站也不可能只做1个月，对不对建议大家选择1年以上像这种2年的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是23.19，并且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域名。那如果说你是要想长期做网站的话，那你甚至可以选择48个月。那么48个月呢，它会另外再给你赠送2个月，就相当于这个域名它第1年它不会收你的钱，第2年呢才开始续费。这个域名也1年的话也不贵也就是几十块钱非常的便宜。建议大家可以选择2年或者4年，你是做的越久的话，它是越划算的。那么这个后面你输入一个相关的折扣码，这个优惠券代码的话，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打开链接和复制一个代码，优惠券代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套餐里面呢都有一些什么功能。首先一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它可以存放100个网站，你购买了这个主机之后呢，你可以做100个网站。那么它有200GB 的一个内存。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NVMe 储存，那这个储存和 SSD 储存这2个储存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么一个就是SSD 也是代表一个网站的加载速度，后面这个的话它代表的是会比前面的这个加载速度呢会快很多，而且储存空间它也比它多了100。
并且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有一个免费的域名，你购买的可以看到它告诉你啊，你购买的年度达到一定的长啊，就比如说你注册1年的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域名。那这里还有一个免费自动网站迁移，它可以自动的帮你把网站迁移过来，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子邮箱服务。那么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每日备份啊，这里可以看到它价值179块钱。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做网站的话，每日备份是相当重要。如果说你每天你刚好制作了很多东西，存放了很多文件，你的网站呢更新了，那么你的网站不小心呢被一些黑客攻击了，如果说你没有每日备份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会哭。那这个可以看到它是每周备份啊，每周备份时间太长了，我们必须要保持每日备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一键恢复到你之前一天的一个备份。所以强烈推荐大家就选这个每日备份的，还有这个基础的一个 WooCommerce。那么这下面你可以看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漏洞扫描，那这里呢还有一个 WooCommerce， 它会对我们进行一个优化，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 CDN。那这个 CDN 有什么用呢？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大家应该了解啊。如果说你的访客来自全世界，那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它就会调取哪个国家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它就会提高它的一个访问的速度。那下面还可以看到了有免费的一键 WordPress 的一个安装。那这个 WordPress 大家都知道做网站是大部分是要用到它因为它内置了很多模板。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漏洞扫描，还有一个兼容性检查器，还有一个自动更新。那这个呢就是这个 WooCommerce， 它还有一个暂存环境工具。那这个暂存工具就也非常的好，在你的一个网站发布之前呢，你可以在这里暂存网络，它可以暂存你的一个网络环境，它会先检测一下你的网站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它再给你进行一个发布。这个工具呢还是非常有用的。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它提供了很多一些 AI 工具， AI 建站助手拖放编辑器。那这里呢包括还有什么 AI 内容创作， AI 博客生成器。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可以看到增强 DDoS 的一个保护，恶意软件扫描器，还有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也是非常的好它的价值可以看到是 71.99， 还有网络的一个防火墙。那就它的这个价格的话，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去买的话会贵很多。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Hostinger 它就便宜很多。我们就直接拉到上面你可以直接就选择这个套餐。这里呢选择好你的一个周期从长远来看是买的越久越划算。那我们从长远的48个月来看它的一个续订价格可以看到是 64.99， 那么24个月它的续订价格可以看到它就是 71.99到期了过后它的价格就比刚才贵了10几块。那这个12个月呢它就更高了，是85块多。所以说从长远考虑的话48个月是最划算的后期的话你的续费的一个价格会便宜很多。这里呢选好之后呢，你这里可以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呢需要你登录一下你的一个电子邮箱或者 email 地址。这里可以看到它有的可填可以不填它很多都是选填的。在后面可以看到一些价格，48个月1113块钱真的是相当的划算。这下面简单的有几个重要的它写在这里了，比如说每日备份、域名隐私保护。这里直接点击这里一个支付点一个继续。这里呢选择你的一个支付方式可以选择信用卡，选择支付宝，选择 PayPal 这里可以选择你的银行卡，比如说我们选一个支付宝，点一下直接点击一个付款，这里提交付款。这里呢它会提醒你是否继续购买。那接下来呢就更简单了，国内的小伙伴呢就直接掏出你的支付宝直接扫码进行付款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一个时间在多少分后失效那我们尽快就把它进行一个支付就可以了。那 OK， 当你付款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登录一下。付款成功之后呢，你的电子邮箱会收到一个邮件那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你买的1年以上的话，会有一个免费的域名去进行一个领取。那么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这下面的一个客服。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登录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登录，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邮箱进行一个登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呢，它是它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击第二个选项网站，点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一个添加网站，这里我们点一个添加网站。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同时又出现了几个选择。那这里我们就直接选这个 WordPress 建站。为什么要选这个 WordPress 啊 ？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网站程序啊，几乎说全世界有80%-90%的一些网站的话，它都是用这个 WordPress 这个程序搭建起来的。因为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内置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插件，还有一些模板，即使你不懂任何的代码啊，你是一个新手小白，你都能创建一个网站，并且呢，市面上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功能都可以通过插件来实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第一个 WordPress 啊，第二个是 AI 建站啊，用 Hostinger 的一个人工智能来建站。第三个是空白的一个上传代码或者安装其他程序，最后一个是从外部嵌入网站啊，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今天呢，我们要用到的是第一个 WordPress。那进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是要先设置语言。可以看这里语言管理，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啊，这里面有很多主流的一些语言都有哈。这里呢，我就选择了一个中文。这里呢，输入你的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啊，在这里设置一个密码。那么这个电子邮箱的话，大家一定要仔细填写，因为后面我们要进入网站后台的时候呢，就要需要用到这个邮箱啊。你如果用的是这个电子邮箱的话，你就把你的这个邮箱呢存起来。还有这个密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要求呢会稍微有一点复杂啊，你按照它的下面的这几个要求来进行设置。接下来我们点右下角的下一步。那这里选一下我们想要建立的网站的类型，那么这个类型其实不重要哈，我们随便选哪一个都可以。那这次的话我们就选这个博客，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可以看到它会给我们的网站里面呢预设安装一些模板进来，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可能用不着这些模板哦，我会重新教大家安装一个模板，所以这里呢我们先不选择，直接点这个下面创建空白网站啊，在右下角啊，中间这里看一下，点一下。接下来呢，他说他向你的网站添加一些插件啊，这是他推荐的一些插件。那这里我们暂时不需要，我们点击下面这个跳过。那么这里他问我们你想不想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那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跳过。那么接下来这一步呢就很关键了，如果说你购买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1年的域名的话啊，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 Hostinger 套餐的时候呢，就有给大家讲过，如果说你购买的是1年以上啊，它都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赠送的域名呢，直接给它填进去。那这里呢，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域名，搜索这个域名的话，它下面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域名。这个域名的话，大家可以先想一想，你想用什么样的域名？那么就像这个 GPT 一样的啊，它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域名。或者说呢，就像我们的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频道一样啊，这里呢它也会有一个域名，就是我们的网址。那你想好了用什么样的一个域名，就把它直接输入。我比如随便输入个小鱼儿 ，OK，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就出现了相关的一些域名，并且呢可以看到这个后面呢还有价格啊。域名的话其实是不贵的，你没有域名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去购买一个域名，有就可以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实在没有的朋友呢，也不用着急哈。或者说你拥有了域名，但是你还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名称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一个使用临时域。那我们可以先用这个临时的域名呢，把网站先建好啊。等你想好你的域名之后呢，我们再去申请这个域名。这个域名的话也不贵啊，几十块钱1个月。但是呢，唯一一点是这个域名的话，一旦你申请了这个域名，它就不能改了。所以呢，大家在申请域名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想好。这里我们就使用一个临时域，它这里呢就在帮我们安装这个 WordPress， 这里大约需要等个2分钟左右啊。你正在做一个跨境电商啊，或者说对于做网站感兴趣啊，朋友们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么小鱼儿呢，专门呢零基础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网站。建议大家呢也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啊，你可以反复的观看啊，一点一点的跟着去实操。那么相关的链接呢，我都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里啊，大家一定要跟着一起上手啊，自己去做了才会知道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OK，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完成了77%了，已经创建好了。这个呢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它整个后台的话，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就算你之前没有做过网站，也不懂代码，今天呢，大家只要跟着小鱼儿一起一步一步的
跟上我的节奏啊。那不会的建议大家你可以反复的看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今天这个视频呢，跟刚才给大家讲的一样，会因为是要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来做，所以会非常的详细。这里呢，我会具体到每一步的一个操作，大家只要跟上就可以。那么本期用到的这些插件或者 APP 呢，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吧。首先我们要点击这里呢，有一个管理面板。点了这个按钮之后呢，它就会跳转到你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就是我们建站的一个后台。这里我们点击一下 OK， 现在来到的就是一个 WordPress 建站的一个后台。做网站它的网站的整个结构呢，它分为一个后台还有一个前台。那我们需要在后台设置好之后呢，前台呢它就会有对应的一个展示。所以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一个后台。那么如果说你下一次的话还想再安装一个网站，那也很简单，我们点击这个上面这个箭头，那么呢你可以重新登录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直接再去点击一个添加新的网站就可以了。之前呢小鱼儿给大家介绍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这一个套餐计划。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每个账户允许的最大网站数量可以在这个主机里面可以安装100个网站。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前期呢如果都不是特别的懂都是新手，你可以多添加几个网站，多加几个来练习一下，慢慢的你就会非常的熟悉你想想这里100个网站，100个网站大家可以随意的去建网站。OK， 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呢，建议大家把这个上面这个网址呢给它，我每次建一个网站，因为不是分分钟或者说不是说1-2个小时就能搞定一个网站，我们可能随时要进来这个网站，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们会把电脑关掉，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么再来去登录又很麻烦小鱼儿就会使用这个方法，把这上面这个链接呢给它收藏起来。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个星号，我们点一个收藏。在这里呢，我输入一个建站后台，OK， 这里完成。每一次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收藏里面把它打开。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把它记在你把它用你的一个文档把它记录下来每次我们直接把这个网址点来就可以直接打开进到后台。那我们回到左侧，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仪表盘，我们点一下。那点完这个仪表盘之后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一个网站的后台，里面它会有一些网站的一些信息，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它有一些，你看这里 WordPress 欢迎使用。那么这些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不想看到的话，我们想让我们的后台整洁一点，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直接勾选起来，不让它显示。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看一下，在这里我们点一个这个倒三角，这些东西它勾选起来，我们全部把它给它取消掉。OK， 看一下，那我们这里就干净了。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显示选项那这个后台就彻底的干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插件，点开一下。那这里呢，它有默认帮我们安装一些插件，这些呢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可以批量的给它禁用。这里前面我们直接把它勾选一下。但最后一个插件呢，我建议大家把它留下来这是一个缓存插件。那这个缓存插件的话，它可以后期的时候呢，可以增加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那我们先不要去删除它我们把这个上面选好之后，点这个批量操作，这里点这个倒三角，点一个删除，点一个应用，这儿点个确定。OK， 这里删除之后呢，这一个缓存插件呢，我们暂时先不启用它。当我们网站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启用。如果说你现在启用的话，等一下你的网站可能不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显示，所以说我们先暂时不要去启用它。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用户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用户，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用户名的下面呢，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个头像和邮箱。那么这里呢，我教大家怎么样来改一下密码。这里设置的一个管理员登录密码，就是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编辑。OK， 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后台样式。那这里呢，管理界面配色方案，这里呢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我换成这个这里它就变成一个这种蓝色的了。比如说我变成一个海洋色就变成这个颜色了。比如说还有一个午夜，这儿还有一个咖啡，这里它就变成一个咖啡色了。这个样式大家可以调整一下。那么这里有个语言可以看到站点默认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网站的语言。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把它点击一个，把它设置成一个
简体中文。那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一些主流国家的一些语言，这里面都有。这里还有一个昵称啊，这个昵称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改一下。我这儿把它改成，比如说改成一个小鱼儿。公开显示为这里呢，比如说也给它改成一个小鱼儿。那这个呢，就是当我们的网站建好之后呢，有出现一些作者的地方呢，它就会显示你的这一个名字。比如说我这里显示的是一个小鱼儿，它公开显示也是小鱼儿。那再往下拉，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密码，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新密码。全部设置好之后呢，这里呢你的图片可以更改一下，个人说明这里你也可以填一下。那么我们点一下啊，更新个人资料。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可以回到这个左上角，把你的鼠标放到这个小房子这里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查看站点。那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点这个鼠标中间的这一个滑动按钮，点一下啊，它会在一个新窗口打开。OK， 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点开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呢，它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也就是说我们网站的一个前台啊，刚才那个是后台。这里我们在最顶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黑色的底啊，在最顶上这里有一排黑色的底，只有你在管理员登录的时候呢，你才看得见啊。如果是访客的啊，这上面这一排啊，他们是看不见的啊，这些它是看不见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看见。那么这上面这个黑色的底这一排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些黑条上面的这些功能呢，比如说啊，这个 W 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它会直接带我们回到后台。那这个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管理员啊设置的一些工具。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左边，我们来设置一下啊，这里有个设置，点一下。那设置里面可以看一下啊，进来了。这里站点标题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给它还是改成小鱼儿进出口公司。 OK， 我这里随意取一个，这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网站呢来设置一个标题。那这下面你还可以写一个副标题，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你的站点图标，直接点这里啊，可以去进行一个上传。下面这个是网站的一个地址链接，这个是站点的一个地址链接。那接下来就是这里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那么这个电子邮箱呢你可以改。那往下呢，这里有个成员资格，那这里写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啊，当别人来你的网站的时候呢，也可以注册成为你的一个会员。那么这里可以勾选一下，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还是一个站点语言，这里可以直接选择一个中文，或者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语言。接下来呢，这是一个日期啊，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的话，它的格式呢，你可以选一下。当你的文章发布好以后呢，它就会显示像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就这样显示就比较好，看你喜欢哪一种显示方式。那接下来呢是时间的显示的日期啊，几点都有。那么这上面全部设置好之后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在左下角这里。那这些最基本的设置呢，我们都设置好了，需要把它设置一下不然的话，因为你后面怕遇到问题啊，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去改。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设置上面的时候，这旁边出现了一个固定链接，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固定链接的结构呢，它默认就是这个文章名这种形式。那它还有显示的其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等等。那么就像那下面这个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地址不建议大家，我们还是就直接就用默认的这个文章形式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下一步呢，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那刚才给大家看了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呢，它的首页默认呢，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模板回到后台，找到这个外观这里点一下。现在呢，它用的就是这个模板。那后面这两个我们不用，我们可以给它删除，把它点一下放大，放大这里就有一个删除，确认。那这个把它删除在这个下面删除。那这个呢，我们暂时先不删它。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我们需要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安装新主题，点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WordPress 里面呢，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主题看一下这里面非常的多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呢去点击去下载这些模板。那今天呢，就建议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步骤来操作我操作我选择哪一个主题呢，大家就直接选哪一个主题，这样你接下来才能跟得上一起来操作。如果说不会的话，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大家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开始学。你做好1-2个网站之后，后面的话
你学会以后啊，这些知识它都完全可以运用到任何模板上面去。那我们这里就在这里搜索一个主题，在这里搜索一下。那这个主题的名字呢，就叫你好 Elementor 啊。刚才给大家输了啊，比如说我搜索一个你好 Elementor， 它跳不出来，找不到。建议大家这里就直接输入一个 Elementor 啊，它就直接出来了。第一个，这里出现了一个 Hello， 直接搜索 Elementor 啊，它就会出来。我们点击一个安装，安装好之后，这里再点一个启用。OK， 这里就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啊，这里还是鼠标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房子一样的，点击这下面有个查看站点，点鼠标中间的一个滑动键啊，从新窗口打开啊。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呢，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站点现在没有任何变化，大家也不要着急哈。那么这个呢，就是 Elementor 的一个主题。那如果说你打开的界面跟我这里不一样的话，那你可以回到后台，找到插件来启用一下这个缓存插件。启用之后呢，你再刷新一下啊，再来看它这里是否变成了这样。启用之后呢，变成这样呢，它就是对的，正常的。好了之后呢，你需要再来到后台把它再进行一个禁用。那么现在呢，不要看我们的主题，现在呢是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制作，来设计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如果说下次大家还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安装了模板，但是首页的话没有变化，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缓存插件呢把它启用一下啊，再来进行一个刷新。OK 了之后呢，再把这个缓存插件呢给它禁用。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说是以往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写一些代码，让它来实现整个网站的一个布局。现在的话完全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的一个工具啊，比如说就像这个 Elementor， 那相关链接呢，小鱼儿会放在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打开链接，直接把这个链接打开，进入到这个 Elementor。那么这个 Elementor 呢，它相当于是一个网站的一个搭建神器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呢拖动一些你想要的功能按钮或者图片，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写任何的代码，直接进行的一个拖拽，进行整个网站的一个布局就可以了，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 Elementor 的话，它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搭建工具。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用到它。那么这款工具的话，它分为一个免费版本和一个付费版。今天呢，我们其实只需要用到它的一个免费版的功能就已经足够了。OK，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开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情况。那这个 Elementor 呢，它提供的一些功能呢，那么对于我们新手朋友们啊，前期的话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些免费的基础的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后期的话有了更多更高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你想要更加的完美，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一个付费计划。那英文不好的朋友呢，我这里用这个中英文对照版本给大家翻译一下，看一下啊，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啊。24+7，然后主题生成器、动态内容、表单，这些非常的全面。它付费的话肯定提供了更多的一些功能啊，比免费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还会有一些动态内容，它的表格功能的话会更加强大，但今天呢用不着啊，只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第一次进来就可以注册一下啊，相关的注册链接啊，大家直接去描述栏里面去找啊，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或者注册啊，直接注册就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后台。登录进来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管理一些网站的一些功能。今天呢只是带大家先来了解一下，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WordPress 后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要做这个网站需要的一些插件。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插件，在这个最上面这里点一个安装新插件。那今天呢，我会找几个插件来，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操作。那我们第一个要安装的一个插件呢，就是 Elementor。OK， 就是第一个可以看到这个 Elementor， 我们再点一个立即安装。插件的名字的话，到时候我会统一给它放在视频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直接去复制过来就直接找。那我们这里等会儿再一起启用。那这个呢是我们要找的第二个插件，就这个 Elements Kit 啊，这里同样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安装下一个插件，这个 G1 这里呢直接点一个安装。可以看到它这个安装好这个插件的话，它就是会做一些比较炫酷的一些设计。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插件要安装，这就是一个联系表单，这个点一个立即安装。
那是不是啊？我们有了这些插件之后呢，即使不懂代码啊，这些插件它就可以帮我们实现很多一些功能。这个橘色的啊，大家这里装的时候不要装错了。那这里安装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统一一起把它启用。这里找到一个左边已安装插件，然后看一下这个 Elementor， 刚才呢我们没有启用，我们这个呢先要把它启用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就选中这个插件，我们这个是刚才是删除过的啊，这些不要，除了还有这个缓存插件不要。那这里我们直接启用，点一个应用，我们点一个启用，它会跳转到这个地方来。这些我们不用管它，直接点这个叉给它关掉，在右上角这里哈。那这些呢，我们也不用管它，我们还是找到刚才的插件，点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那这儿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手动来把它启用一下，就是这个，这里点一个启用 ，OK。那这里呢，我们要确保所有的插件呢都已经启用了。那比如说就像记忆记啊，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Elementor 先启用之后才能把它启用，不然你这个不启用的话，这个就启用不了。这个启用的顺序啊，是先把 Elementor 先启用，再来启用这个插件。这里插件呢，我们就已经安装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设计一下我们的网站。我们设计我们的网站的话，我们就先来点击一下页面，鼠标回到这边啊，左边点一个页面，这个里面呢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个页面。那这个它是里面内置的一个页面啊。那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移至回收站，或者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我们把它移至回收站，这里那个我们把它关掉。我们再点击这个页面旁边，这有个新页面，点一下。我们先来制作一下我们的首页，把它插关掉，添加一个标题。这个里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首页。鼠标来到右上角，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OK， 那我们的首页就创建好了。那我们再点左上角这个 W， 回到后台，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首页。那我们再找到一个设置啊，设置这里面有一个阅读，我们点一下。这里呢，你的主页显示的一个方式。因为它默认的话是显示的是你看是显示你的最新文章，我们需要把这个首页呢改成我们刚才建的首页。这里呢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静态的页面，这里一个静态页面，这里主页的话我们选首页 OK， 这里点这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再来点一个页面，点所有页面，我们点一个查看站点，查看站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是个啥情况。 OK， 看一下啊，现在就出现一个首页2个字，什么都没有。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设计，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设计。 OK， 我们的首页建好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首页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设计。那接下来呢，我就来教一下大家进行一个对我们首页来进行一个设计。那么这里我们还是找到这个页面，点击这个首页，点这里一个编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往上移，看到这儿有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那么这个 Elementor 的话，大家了解的人都知道啊，它是一个网页搭建的神器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拖拽呢，任何你想要的一些按钮呢，你都可以经过一个拖拽来实现它的一个功能，直接拖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组合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呢，它就能给你创建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出来新手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完全不用你写代码。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了这边的一个首页的编辑页面，那这儿我们就直接把它这里点个叉给它关掉。那在这里呢，在它的左边呢，就是我们搭建网站所需要的一些功能，可以看一下，这上面非常多的功能，比如说这下面这些很多的功能什么画布外按钮目录这些，下面刚才给大家读了这些搜索这些呢，它都是属于一个付费的一个版本。看一下，它有带个锁，有锁的这些功能呢会更加的强大，因为它是付费版的，所以你用不了。如果说你想用的话，我们可以来到 Elementor 的一个官网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点击一下，选这个最下面一个选项。那这个呢就是 Elementor 的几个付费计划。那么每一个计划呢，它里面的功能可以看到都有一些不一样。这里呢是它的几个价格收费付费以后呢，你就可以使用它下面的这些就比如说它下面这些功能付费之后呢，就有很多功能就能使用了。这上面可以看到它也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里呢 Elementor 的注册链接呢，我也放到下面的视频的描述栏里。但是今天说实话，我们就用不到这些付费功能我们用不到。
只能说是如果说你以后你的网站做大做强了之后，你想实现一些更多更高级的一些功能，那么你就可以去升级一下。那我们新手朋友啊，就使用上面这些免费版本的功能就已经足够用了。所以说这个 Elementor 它内置了非常多的功能，看一下啊，这下面啊一直往下拉非常多啊，拉免费的啊，这里又有付费的啊，这里面付费的都有，看一下非常的多啊，很多我们目前为止就有。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容器，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拖过来放到这里 ，OK， 可以看到这上面它就多了一个容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我们就加了一个容器了。那容器这个高矮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调整。比如说你想让它大一点啊，宽一点，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直把它拉。这个呢是一个两边的一个宽度，看一下啊。比如说你想把它缩小一点也是可以的，看一下啊，它都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呢是上下的宽度，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来设置来更改。这个容器里面呢，它就相当于呢来装我们的网页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文字信息啊、图片信息啊都可以。我们鼠标可以拉到最上面啊，鼠标到最上面这里有个加号，我们点击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在里面来写点什么内容啊？你如果说直接写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你这里写不了。我们必须要把这里边看有一个标题，我们把它一样拖过来。拖过来之后呢，这里鼠标拿开看一下，它中间是空白的。但是当我们的这个拖过来，就会发现这里一长条粉红色的，我们把它放下 ，OK， 那就拖进来了。那么这里呢，内容呢你可以改，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直接改一下啊，比如说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可以看一下啊，这里这个字体呢我们就写好了，写好了之后呢，这个我们还可以进行调整。那点上面有个样式，这里对齐，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让它居中 ，OK， 那这里文本就居中了，也可以让它靠左，也可以让它靠右，那么也可以两端对齐，看一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居中。那色看一下啊，文本颜色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啊，这里面呢它会有几个颜色啊，可以看一下全局颜色的搭配，还有后面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可以调改的一个颜色。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蓝色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黑色的，看一下，我们还可以把它改成红色的，字体的颜色你都可以改。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操作。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再拖一个文本进来啊，同样点击这个添加元素回到最顶上，那这里有一个文本编辑器，我们还是鼠标左键按住直接把它拖动过来啊，你想放到它的上面你就出现在上面，你想放到它的下面那我们就出现下面再放 OK， 这样就在它的一个下面。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到里面来更改一个内容，比如说这里直接让 GPT 写一个，那这里我们直接粘贴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OK， 这里文本就添加进来了。那这里同样的你点这个样式啊，可以点一个居中，字体的颜色啊，文本颜色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黑色，改成一个蓝色，改成一个红色，改成一个黑色都可以啊。文字的大小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排版，点一下，这里字体的大小可以看一下啊，稍等一下，点排版，字体的大小可以调整看一下啊，你想让它多大多小都可以 OK。 字体的粗细啊，这里也可以调整了，比如说300，比如说500粗一点，比如说800啊就更粗了啊。那这下面可以看到行高啊，这些字符间距啊、词间距啦，这些都可以调整。那么接下来呢，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拖一个按钮过来，同样我们还是点击这上面的添加元素，这下面有个按钮，我们鼠标按住把它拖过来，同样放在了下面啊，放在这个文字的下面，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按钮，那这里点一个样式，那我们这儿还是让它居中，居中之后呢，这个字体呢你点一下这个内容 OK， 这里文本看一下啊，这个文本点击这里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改成更多产品啊，这里呢链接呢你可以啊把它放上你的链接，比如说我这儿放上我的小鱼儿的这个频道链接，那么这个是我的频道哈，我把这个频道链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是可以的。那这里呢就 OK， 这里还有一个样式，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一个样式，比如说这里边框圆角啊，你想让它这个变成一个圆角，这里可以给它改成一个20，那么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圆形的了。那我再设置成10，那它就是这样带一点半圆形的
OK， 这个按钮的话，刚才已经让大家添加了链接啊。这个链接添加进来之后呢，不管谁他点击这个按钮呢，它就会跳转到你的一个对应的一个页面。这个上面啊，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区域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会出现6个点，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就会跳出来一个高级，点一下。那么高级这里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外句啊，比如说这里想让它对它进行一个改动，比如说这里呢，我给它输入一个40 ，OK， 可以看到它两边的一个边距。那这里呢，我给它改成一个10，一改全部都改了，还是改成一个40。那这儿我先把这个值给它取消，可以看到后面有个值，把它取消。取消之后呢，你改一个，它就只是一个。如果说你值没有取消，改一个，它就4个都会动哈。OK， 把它设置一下。这是一个外距啊，这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距离。那比如说一个上啊，这里给大家看一下100，OK，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一个间距它就宽了哈。那这里改成40，大家可以看一下40，那这里它就只有一点点宽，所以这个距离大家可以改。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子的。那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内容来改啊，通过一个样式呢来改它文本的颜色和它的排版，还有字体的大小。那是这两个。如果说你想调整它的一个距离哈，外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选中这个总容器啊，来这个高级设置里面来更改它的一些外距内距。OK， 这里的话我直接给它中间这个看一下。那么要删除怎么删除呢？可以看到选中啊，每一个都可以选中。比如中间这个我选中，点一个右键，这下面有个删除啊，直接就把它删除了。删掉以后，比如说你想返回或者查看它历史记录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有3个横线，我们点一下。那这里有一个历史，点一下啊，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这里呢，所有你添加过的东西可以看到它都会有一个记录，你操作的每一步哈，不是添加的东西，是你操作的每一步，它这里都有记录。那你甚至这里你可以点一个去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一步被我删除的啊，你点每一步它都能看到。我可以看一下，你操作的每一步都有记录。比如说你整个这里都不需要的话，这上面可以看到啊，6个点后面这有个叉啊，鼠标点住，我们直接给它选择删除。OK， 这就直接把它整个删除了。这里除了刚才这种添加容器啦，这下面呢还可以，我们也可以，这里也可以添加新容器。那在这里可以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一下。那这儿有一个弹性盒，弹性盒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实在不懂，你可以来问一下 GPT。那这里可以看到啊，它会 GPT 啊，我这里用的 GPT-4o 啊。如果说你没有 GPT， 描述栏有成品账号啊，可以直接买来就用，它直接会给你解释什么是弹性盒。看一下啊，弹性盒啊，这里英语也有。那是一种用于网页布局的一个 CSS 布局模型。在弹性盒模型中呢，它有2个主要的角色，第一就是容器，第二就是项目啊，容器中的子元素。所以呢，它呢也相当于是一个容器啊。可以看这里，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弹性盒，接下来可以看到你的结构啊，你可以向下，可以向右，后面还有很多这种格式的，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点第一个的向下 ，OK， 它也同样可以看到它帮我们创建了一个容器出来。这个容器的方向哈，它这里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向左、向右、向上、向下都可以。在这个左边这里啦，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上面它的区别跟我们刚才直接拖进来的一个容器的区别在哪里呢？这个区别就在于这个容器的话，比如说它的一个背景颜色啊，我们选中之后点一个样式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选一个背景类型，后面这里有个经典，看一下啊，这里有个像笔刷一样的，我们点一下。那这个颜色后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像地球一样，后面有一个红色的斜杠，那我们点一下，那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置它的一个背景颜色，比如说看一下，我把它设置成红色的啊。或者说我把它设置成一个绿色的，你可以把这个红点给它往后面拉，设置成一个绿色也是可以的，其他颜色也是可以的。看一下你拉的时候它的颜色就在变化。那么这里呢，你就我们的一个背景颜色就添加好了。那你可以在这里你可以直接鼠标在这里面移动，也可以更换它的颜色。看一下，你如果说想要换颜色，这下面这个你拖动一下它就会
换成其他不同的颜色，看一下啊，通过这2个方法来进行调整哈。选好一个颜色，在这里面局部还可以选它一个颜色，那这里颜色都可以进行一个自由的更改。那么这里颜色选好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点这上面的一个加号，添加元素。那这里呢，我还可以选一个容器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这个容器里面的话，它还可以潜入一个容器我刚才就这样子拖进去了一个容器。同样样式的话，我们还可以来改它的一个背景，选择样式，选择这颜色，点一下这个斜杠。OK，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容器里面还有一个小容器，那你可以把里面可以给它设置成其他的颜色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哈，大家可以先跟着我一起来先操作一下因为你学会了这些基础等一下后面我们讲到的时候呢，你操作起来呢就会清晰很多会顺畅很多你可以一边看我的视频呢，一边暂停下来进行一个操作。做网站的话，当然就是一定不要着急你可以把视频收藏起来你可以每天学习一点点，那你都是在进步，一定不要操之过急，不会的地方可以反复的观看。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小容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儿有一个小的长方形，这里这个长方形很小很小，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小长方形，点好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点一下 OK 看一下。那现在我点了这个就是这里它外面有一个长的横线，它在这个容器上面，就证明我现在呢正在编辑这个容器。那如果我点这个大容器的话，看一下它就跑到这个外面来了。那外面这个呢叫主容器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容器。那下面这一个呢就叫做它的一个子容器。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中间的这个容器，点一个布局。布局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宽度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宽度，这里有个百分比，或者说你按一个像素这里面有几个选择，这儿我们就选这个 px。 那么这个 px 呢就是一个像素可以看到它点一下这里有个三角，它里面有百分比，还有其他几个选择这里有个小小的三角，大家可以看一下点一下就可以更换一个其他的选择。那这里呢我就给它改成个140，看一下它变小，或者说改成个200，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变得非常小的一个容器，它就会调整这个容器的大小。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给它改成一个300，看一下300要稍微长一点，改成一个50，就是这么小，150这里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这里你可以手动输入这个值，你也可以直接拖动它也可以看一下前面这里有一个圆点，你可以拖动它你可以手动来改都可以。那下面呢还有一个最小高度可以设置，这儿呢我还是给它改成个150就差不多。接下来呢这个最小高度这里呢比如说我给它改成个100，它就这里明显变得高度就变得短一点了。那100的话，如果你觉得它太高度不够呢，可以改成150，这里它就变得长一点了，这个高度要长一点。那么这个容器的话，我们还可以复制这里我们点击上面这里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点一下，点一个右键它这里可以复制到此对象下，我们点一下 OK， 你看到你还可以点这里是点我们的鼠标的右键复制一下 OK， 看一下这个就是复制出来的一个子容器。那么这样排起来如果说你觉得不好看，那我们还可以去设置它。比如说我们点这上面6个点，它点这个6个点就是让它回归到我们的一个主容器。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的右边呢，这里就会出现这个结构我们的一些编辑到哪一步，它这个容器就会有个显示这里我们点了6个点，证明我们现在已经选中这外面这个主容器了。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主容器给调出来了，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呢，它会自动把它关掉，或者直接点这儿把它擦掉也是可以的。那么你要确认你选的是外面这个容器，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一个布局，这里鼠标往下这里有一个方向，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让它横水平 OK， 它就是这样横着排的。那我们要让它竖着排 OK， 它就是这样竖着排的，也可以让它反转，它就在这边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再往下这个主轴对齐，看一下主轴对齐这里呢有一个开端居中，那我们点这个居中 OK， 那这几个容器呢它就居中了。
间距比如说改成一个50，那中间是不是明显的就变宽了？那我们在这个向下也是可以的。然后看一下啊，它是中间的间距变宽了。这下面啊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是设置这个里面的子容器的一个间距。那这里我还可以给它改的再大一点，可以看到这中间就变得更宽了。那这些容器里面呢，我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潜入一些东西，比如说文本这些。那我这里点击这个加号，添加元素。那我们要添加任何的东西呢，我们都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来找这个添加元素。比如说我在这个里面添加一个文本 ，OK， 你看一下啊，再点这个添加元素。比如说我要在这个里面呢来给它添加一个按钮，那么你拉进来，你就能看到这里一个粉色的一个线出现，我们就可以放了。OK， 那这里这些东西我们就直接给它潜入进来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元素里面哈，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那么我们只需要进行这样子一拖一拽，看一下啊，一拖一拽就可以对我们的网站呢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些设计布局，就只是需要一个拖拽哈。我们编辑一下文本啊，上传一些图片就 OK 了，不需要你写代码。那么这个呢就是 Elementor 了，它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些。前面呢也是给大家展示 Elementor 的一些基础操作，那大家呢一定要先把这些学会啊，我们会使用这边这些功能呢，后期我们做网站就非常的轻松了。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里可以点这里一个叉，6个点，这里旁边一个叉关掉，把我们刚才这些东西全部就给它删除了。那刚才呢就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基础哈，那么我们整个基础学习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来搭建我们的网站。那么我们的网站呢是属于一个非常专业的又好看的一个网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搭建我们的网站。那在进行我们整个网站设计之前的话，我们要先来进行一下网站的一些全局设置。这儿我们点进来啊。那如果说你已经离开了这个页面的话，那么你可以用你的链接来打开这个页面啊。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一定要收藏一下这个链接啊。收藏好之后呢，你随时随地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来打开。比如说这个全局控制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字体啊、字号啊、颜色等等啊，就是进行一些的一些控制。那么我们这里全部统一设置好之后呢，后面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单独对每一个进行设置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做网站的一个速度。那可以看到，在这个鼠标回到这个最顶上，这里有一个页面设置，中间这个设置我们点一下啊 ，OK， 这里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一个页面设置。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页面布局，这里是默认的啊，这里有个小小的倒三角，我们点一下。那这儿呢，我们要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 ，OK， 这里点击一下就可以。那么这里点好之后呢，它会自动跳转啊。这里设置好之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左上角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结构。那么我们操作了什么呢？后面我们每添加的一个容器呢，在这边呢，这个结构里面都能看到哈。现在不需要，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全局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颜色。我们同样还是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啊，这里有个站点设置，看一下这里有点一下 ，OK， 这里我们点这个全局颜色，点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设置。这里你可以看到系统它自带的颜色，主要的颜色呢是这个有点像天蓝色，次要的颜色呢是一个黑灰色，文本的颜色呢也是这个带一点黑灰的啊，摘要呢是一个绿色的。那这就是我们的几个配色。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色调啊，用什么颜色？这里你可以选择后面这里有一个点击一下这个颜色，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用白色 ，OK， 这儿就直接选成白色。那也可以啊，你可以在下面直接输入一个看一个井加6个 F， 那么它也是一个白色。我们的次要颜色呢，其实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可以，我想让它再黑一点，我让它带一点这种蓝色的。OK， 次要颜色就设置成这个颜色哈。文本颜色这里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文本的颜色呢，我选择这种灰色的啊，也可以输入这下面文本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色号。那么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来把这些色号给它记下来。OK， 文本的颜色就这个颜色。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摘要的颜色，这个绿色的啊不太行啊，我们换个颜色。摘要的颜色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绿色。那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的几个配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先把这些色号呢给它先设置好，我们主要的一些文本颜色、系统的一些颜色。OK， 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左下角这个保存更改，一定要记得保存。保存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左上角这个刷新。那么刷新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点一个排版啊，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排版，点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对我们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下面可以看到 H1、H2、H3 这些，我们要对我们标题的一个结构颜色呢，也要来一个统一的一个设置。这个内容这个区块呢，这里有个文本颜色啊，可以看到这个文本颜色呢，我们改成我们刚才一样的啊。我们这里点后面这里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红色的斜线，点一下。那这个颜色呢，刚才让大家保存一下，我们就用这个颜色，文本的颜色，我们就统一用这个灰色。 OK， 那大家可以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配色，根据你的网站你也可以自己搭配。那这里呢，我们再来点一个排版啊，这里有个笔，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啊，粗细这些都可以设置。这个字体大小的话，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后面输入一个400。OK， 可以看到这个字体非常的大啊，这儿啊给大家自己先测试一下啊。一般的话120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输入20，那就这个大小这就差不多了。这个字啊，这个大小就这个大小了。我们再看一下，点这个笔，那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粗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来个粗一点看，900它就是这么粗啊，看一下。比如说来个500啊，就是这样，没有刚才那么粗了。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400就可以了，普通的就可以了啊。这里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一个行高，行高的话，我们可以先设置成一个20，或者设置成一个30。OK， 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个下面这个保存更改，我们再点击这个站点设置，点一下。那我们再来点这个排版。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的颜色。这里有一个颜色，看一下，我们往后拉，这里我们点一下。那么这里这个链接的颜色呢，你可以选一个颜色。我们的站里面的颜色不要整得太花里胡哨了，我们可以跟刚才的这个绿色差不多一样就行。OK， 就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啊。你选好之后，它大概就是这个颜色，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哈。所谓的这个链接呢，这个文字上面有链接的，它会统一显示啊。我们刚才显示的这个绿色啊，选择了这个绿色。这里颜色我们选好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给它保存下来。下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怎么样给它保存下来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呢，这里有一个创建新全局颜色，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啊，这里我们改成一个链接颜色。OK， 这里创建一下，那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它就会直接给它添加进去啊。下次的话，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就不用每次都来输这么麻烦。那么怎么调用呢？你可以点这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像地球一样的，点一下啊，这里就几个颜色就出来了，直接你需要哪个颜色就点哪个颜色。那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跟上我的步伐啊，就说一定要如果说你有什么在这里呢有什么卡顿的地方呢，你可以先暂停一下或者说你可以放慢速度来看哈，一定要跟上节奏。那么这个颜色它其实跟刚才我们的摘要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一下，下面可以看到 H1、H2、H3、H4 的这几个颜色相当于是我们的标题1、标题2、标题3这个整个网站分为好几个标题一共从标题1到标题5，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段落，这网站写文章的时候需要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H1， 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那这里颜色呢，这个我们可以直接选一个白色。排版的话，我们还是点这个笔。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字体的大小。那么字体的大小的话，字号的话，那字体大小的话，我们这里设置成个50就差不多哈。这里字体的粗细的话，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700。那这儿行高的话，我们选个1.1。那么大家一起先跟着设置好，全部设置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就点这个笔把它收起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H2， 我们同样点这个后面颜色。而 H2 的话，这个颜色呢，我们还是给它拉到白色。好，排版点一下。字体大小的话，这个呢，它比我们的 H1 呢要小一点。这里我们就先暂时设置成一个40。那么粗细的话，那还是这个700。行高的话，这里我们还是改成1.1。我们点这个笔收起来。我们在这个 H3 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给它拉到
左上角这里就是个白色，点这个排版。那么 H3 的话，它的字体会更小，所以这里我们改成一个20、28、9都可以哈。粗细的话，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600。那么行高呢，还是1.1啊，这里还是1.1。OK， 用这个笔把它收起来，点一下。接下来是一个 H4，H4 的话还是这个颜色直接拉到白色啊，点这个笔排版。那它的字体大小的话会更小。那这里我们改成个25，字体粗细的话还是选择一个600，行高的话这儿还是输入1.1，点这个笔收回去。H5 呢，同样点这个颜色，那么这还是给它拉的一个白色，点这个笔。那这里 H5 呢，字体大小我们就让它默认把字体的粗细选择一个400。那么这里行高的话，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33px 啊，看一下这里有几个选项啊，有 n 有 px。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个 H6 我们也来设置一下颜色，你可以点这里默认，我们只要直接点一个白色，点这个笔。那么 H6 其他的我们不用动啊，就把颜色改一下就行，点一个保存更改，一定要记得保存哈，保存我们是一个习惯啊，不保存可能你就不小心关掉，那就全部都白费了。接下来我们点左上角这一个返回键，这里有个箭头，再点一下，这儿有个按钮，看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按钮的一个颜色呢，这些呢结构字号这些呢都是可以点击，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排版，这里可以点一下。我们先点它的一个字体大小，那这里我们改成一个16，字体粗细的话给它设置成一个600，在下面这个行高在 px 改成一个 n， 这里输入1.2，点击这个笔给它收回去。这儿有个文本的颜色，看一下文本的颜色的话，我们点这个默认，点开这里有个文本的颜色，这个文本的颜色我们选这个绿色啊，刚才有保存的，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点这个后面，你重新在这个下面呢来选颜色，或者输入一个色号也是可以的。我这里就直接用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那么边框圆角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这里比如说我们设置个12，OK， 它这里就直接，因为我们把值连在一起，如果说你想单独改，那你就把这个值给它取消。那么设置好之后，后面我们的按钮呢，它都会以这种格式来呈现。那么它可以控制我们整个网站的按钮的一个设计啊，你不用每个都去改，也特别麻烦。现在我们就是说统一花点时间把这里全部给它设置好啊，就不用再每个去改了。下面这里还有个类聚，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类聚的话，我们可以先点一下右边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我们先把它先关掉。那这里呢，我给它改成一个20、30、20、30。OK， 这里呢，我们再点这里呢，悬停的颜色，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悬停的颜色。这个的话，当我们把这个鼠标放到这个按钮上面的时候呢，它会做出一些改变。啊，让我们整个这个按钮的话，它看起来有一个动效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悬停上面啊，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也有文本颜色。文本颜色我们这里啊，这里面没有，点这个后面这里，我们直接给它弄成一个黑色。那这个经典呢，它的背景类型呢，背景颜色哈，我们点一下，点这个后面。背景颜色这里啊，这下面会跳出来一个颜色，背景颜色我们就选择一个白色。那其他的呢，我们就不用动了，点击个保存更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站点标识。OK，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设置啊，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没有设置完啊，把我们的这个站点设置这里，点击一个返回。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啊，这里有个站点标识，点一下。在这个里面啊，你可以看到你的站点名称呢，在这里显示着啊。这个名称呢，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小鱼儿科技公司，这里点击个保存更改，这里刷新给大家看一下。OK， 看一下这里呢就修改成功了，小鱼儿科技公司。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站点标识。那这个名称呢，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网站啊，你的品牌或者说你的个人来进行一个设计你的一个站点的名称。这里呢，你也可以设计一个 logo， 可以看到它，因为它显示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首页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给它设计一个 logo 放进去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里再点一个返回，这儿我先给它删除。这里站点名称一个网站的一个描述啊，这里可以使用 AI 来写，选择你的啊，你可以把你的
描述写进来，这里网站的 logo 这里啊，你也可以选择上传进来。接下来我们再点左上角这个返回，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背景，再点一下，这儿背景的一个颜色我们来把它更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经典，点一下，点完之后呢，我们到第二排颜色这里来改，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斜杠，我们点这里。那这里呢，可以看一下你想把你的这个背景变成什么颜色，我这里统一了把它设置成一个黑色，往这个左下角拉啊，它就是一个黑色。那么接下来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 ，OK， 它这里显示你的更改已更新。这里我们再点一个返回，鼠标往下拉，这儿有一个布局啊，接着这个背景下面这有个布局，再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一个站点设置，这里面这个布局设置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布局的话，我们可以来给它设置一下。首先一个是内容的宽度，内容的宽度我们可以控制一下，这个可以控制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个宽度。宽度的话，现在呢它是1140哈，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320。鼠标往下拉，在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断点，这里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现目前为止呢，它是有一个手机纵向、平板电脑纵向啊，这里有3个。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比如说我们加一个笔记本电脑。现在有的人呢，他也会通过笔记本电脑进入到我们的网站，他也可能通过电脑、通过手机、通过笔记本，这些呢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这里点这后面有个加号，点一下，选择一个笔记本电脑，可以看到它有手机纵向、手机横向、平板电脑纵向、平板电脑横向啊。这里有个笔记本电脑，下面是全宽屏，那这个一般呢是属于一个台式电脑的啊，我们选一个笔记本电脑 ，OK 就给它加进来了。那这里的每一个页面呢，我们都需要去给它单独设置。这里接下来啊，这个笔记本的它的一个宽度这些呢，我们也需要给它来设置一下啊，这儿我们需要单独设置。那么这下面这个宽度我们来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1510。改好之后呢，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更改，你已对活动断点列表进行了修改。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加载一下啊。因为为了更改生效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加载 Elementor 的编辑器，我们点一个重新加载。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添加进来，这个是桌面，那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啊，这个呢就是平板电脑，这个是手机。那么这4个呢就已经呈现在这个上面了。这里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屏幕来进行一个设置，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计。现在展现的，我这里把这个先给它收回去。现在展现的是我们的一个桌面，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呢展示的是这个宽度，再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电脑啊是这个宽度啊，后面呢是我们的一个手机啊，就是这4个，每一个我们都需要单独设计。这儿我们再点一下左边这个箭头符号，把这里编辑页面给它放出来。那接下来还是点到我们的桌面。那这时候我们的鼠标回到左边左侧栏，一直拉到底，这里有个附加设置，我们点一下。那点这个附加设置，它就会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禁用颜色、禁用默认颜色和禁用默认字体，把这2个可以把它关掉啊。点击这里把它勾选一下，把它关掉。关掉之后点一下这个保存更改，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编辑页面。这儿我们先把这个站点设置先给它关掉啊，关掉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3条线哈，左侧呢有3条线，点一下。那么这里有一个用户首选项，点击一下。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些设置呢，就是做网站的一些基础设置啊，我们是先提前给它先设置好，在我们做的时候呢就会轻松很多。那就像简单的举例，就像我们修路一样啊，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个地基呢给它打好。那有了这些基础，等一下我们设计的网站呢设计出来了，它才会更加的好看。OK， 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画布，这里有个显示快捷编辑选项。这里呢它现在是关闭的，我们点一下把它打开。OK， 这里它显示是4就对了，来把它打开。那打开这个有什么作用呢？那这个呢，就是等一下后面呢，我们在每一个容器上面啊，它都会有一些快捷的选项，比如说复制粘贴啊，在里面我们可以容器直接在这个里面呢进行一个操作。OK， 这里打开之后呢，我们鼠标回到这个右侧啊，这上面有个发布，我们点一下发布。这个发布呢，也就相当于是一个保存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鼠标来到中间啊，这里有一个设置，点击一下。
那这个呢是叫页面设置，可以看到这下面是显示的一个页面设置。鼠标回到左边，下面这里有个页面布局。这次呢，鼠标往下拉我们以往建网站呢选了一个 Elementor 全框，今天呢我们选这个 Elementor 画布。可以看到我们选一下，它就重新加载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呢，现在它就是一个纯黑的一个底。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来设计我们的一个网页这样呢它可以不被任何干扰。那么这里我们还是要点一个右上角的这个发布，保存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的网页设计正式开始。建议大家呢，先把小鱼儿的这个视频先保存下，大家可以边做边跟着我一起来实操大家边做边学边做反复的观看。那么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到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给小鱼儿留言，也可以加入到小鱼儿的一个知识星球。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隐藏面板，现在这是一个空白的页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网页。首先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还是把它放回来这里有一个加号，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这里布局这里有个容器，我们直接给它拖过来，按住你的鼠标的左键不要放，直接给它拖过来，拖到这里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圈虚线，我们再放 OK， 那就在这个上面了。那么我们先给这个容器呢给它重新命名一下，点击这边右边这里有一个结构我们所有的容器呢，我们制作的时候它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先给它写个名字，这儿双击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 banner 就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可以看到这边呢好了之后呢，这里我们名字就更改成功了。那接下来鼠标回到我们的一个左侧栏，这里有一个最小高度，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最小高度，我们先选一下，点击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倒三角，点一下，这儿我们选一个 VH， 这里呢我们给它改成100，可以看到它这里稍微会有一点大，所以说这里那个格式很重要，大家这里一定要选，不要选错了，它有 PX 有 NM。这里我们选一个 VH， 往下拉这个主轴对齐，这里呢我们点一个居中。那么在鼠标回到上面，这里中间这儿布局，这里有个样式，我们点一下这个样式。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要的呢就是这种轮播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设计这种轮播的一个效果。OK， 这样的轮播图怎么设计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那么背景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背景类型，这第一个是经典，第二个渐变，第三个是视频，第四个是幻灯片。那我们就点这个幻灯片。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增加我们的图片。那么这上面的图片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些图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图片到哪里去找呢？这里呢，其实图片真的不是难事大家这些素材其实准备起来非常的简单这里可以看到我这儿用的是一个 GPT-4o， 那 GPT-4o 呢，它有一个什么特色呢？说它可以帮我们直接生成图片，你要什么尺寸的可以看到你就可以让它给你生成什么尺寸的，比如说16:9的、9:16的、1:1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前提是你需要有一个 GPT-4o 的一个账号，如果说你没有 GPT-4 账号的话描述栏也有一个成品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直接买来就可以用。如果你用到的是一个 3.5 的一个 GPT 的话建议你去升级一下把你的账号来升级到 GPT-4o。 那怎么升级呢？描述栏也会有一个升级的教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是我直接用这个 GPT 帮我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那下面往下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成出来的还是这个有一点小瑕疵但是还是非常的不错。这是一个图片。还有一个方法呢，小鱼平常我最喜欢的就是用这个笔记里来帮我生成图片。这里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我这里呢直接就让 GPT 呢给了我几组描述词，我直接用这个描述词呢来生成图片。那生成的出来的图片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很板正，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自然这个最后一张还可以但这些就是感觉像在排队一样的那这里呢小鱼儿再教大家一个方法，那么你可以找到一个免费的素材网站。那么这个网站的名字呢叫 Pexby 相关的 APP 链接呢我会放在描述栏这个叫 Pexby。 那么这个里面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到里面来寻找一些图片，我们找一些免费的图片那我们这里可以来直接来搜索比如说你英文不好，你可以在这里翻译一下，我这用到的是一个谷歌翻译。
那直接我们输入中文，它就会给我们翻译出来英文。公司团队我复制一下，那来到这个 Pixpad 啊，直接在这个顶上可以看到我这已经搜索了，把这个粘贴到里面来，点击这里。那我们要找的啊，你要找图片还是要找视频？这里还有音乐都有，音频也有。这里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图片，那么我们就点第一个点图片。OK， 它这里正在加载。OK， 这里呢，比如说就像这样的一个图片啊，一个公司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人员就非常的不错。或者说啊，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科技公司 ，OK， 我复制一下，在这个上面。我在这个最顶上这里输入这个科技公司，把它粘贴一下，这里搜索一个图片。OK， 那这个下面就挑出来的跟这些科技相关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你需要的这个素材图片给保存一下哈。那怎么保存呢？这里我还是教一下大家。比如说这张图片，把它点击一下放大，放大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我们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这里是一个韩语啊。OK， 这旁边有一个免费下载，我们点击一下。有的是需要付费的，可以看到它带一个 logo， 需要付费的。那这个呢，我们下载不了就不要去下载了，我们就换一个，点击一下。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个下载哈，有一个 download， 我们点一下。这里你可以选择多少乘多少的一个像素 ，GPG 啊，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 download。OK，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下载成功了，再点一个返回。我一般会选择这个1920×1280，那有的是需要付费的，那么我们下载不了，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换一个，像这种啊下载不了的。OK， 这时候呢，我们把我们下载好的图片呢，给它保存在一个文档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呢，是我们刚才下载下来的哈，一个免费素材。那这里呢，不建议大家直接把这个图片拿来就用啊，我们可以去用到 Midjourney 来以图生图，因为它素材网站里面的素材呢是有很多人已经用过很多遍了，所以这样的素材呢，它使用的频率太高了啊，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这里可以去把它进行一个升级。那怎么升级？大家接着往下看。再打开 Midjourney， 那这里用到的就是一个以图生图。那如果还有朋友不会以图生图，或者说你对 Midjourney 一点都不太懂的朋友也不要紧啊，描述栏会有一个从基础到入门的一个 Midjourney 教程，包括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会把链接呢放在描述栏。点一个斜杠，点第三个选择 Describe， 点一下，接下来这上面有个图片添加啊，我们点一下，点完之后这里有个上传图片，点一下，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图片，我觉得这张图片非常不错，找到之后双击一下 ，OK， 这里图片就上传进来了，这里直接点一个 Enter 键，也需要双击。那么另外的图片也是一样啊，再给大家上传一张，双击才能把它发出去。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根据这张图片呢，帮我们提出来了4组提示语，都是跟这个图片相关的。那我们可以每一组呢都来生成一个图片。OK， 这里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1、2、3、4，根据这个图片呢来生成相似的一些图片。我们点一个1。那在后面这个尺寸啊，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16:9，点一个提交。接下来第二组，每一组我们都可以去生成一下。等会儿我们再来一起来选16:9，这个尺寸一定要改，不然它的尺寸是不行的。第三组，你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图片。如果说你看到很多好看的图片，那么你可以用这种方法生成一些相似的图片出来啊，这样呢我们又避免了一个版权纠纷啊，不会说是啊你去用了别人的图片啊，人家会投诉你怎么样的。OK， 这4组提示词我都已经全部提交了，接下来就等它给我们生成图片。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这里尺寸一定要改啊。OK， 接下来就耐心的等待哈，绘图大家不要着急，你可以先去做其他的啊，喝杯茶呀，上个厕所呀。啊，或者说去吃点东西啊，再回来，这个图片就好了。因为我这里用的是一个 Midjourney 合租的一个链接啊，所以说啊需要排队啊。当然你用的话，如果说你没有 Midjourney 账号，那描述栏也有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合租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啊，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购买。买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买这个官方标准版啊，不要买的国内的那个版本，国内景象啊，买这个官方的这个标准版，链接在描述栏。素材这些真的啊都非常方便。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第一张以图生图的图片马上就出来了，这一组已经好了，我们点击放大。那我们看到其实第一个还是可以的，那你觉得可以的图片，我们就点这个 U1 把它放大。
第2组图片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图片还是不错，第3张给它点击一个放大。那么放大之后呢，图片是这样，我们点击这个图片，再点这个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一个右键，这儿有个图片另存为，把它存在同一个文档里面。那么这里所有的素材准备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里，点击这里啊，鼠标来到左侧栏，可以看到在这下面有一个加号，添加图像，我们点一下，选择文件。那么找到你存放的一个图片，鼠标按住一个 Ctrl 键，可以同时把几张图片都给它上传进来，点击一个打开。OK， 这几张图片都上传进来了。那么这里还是按住这个 Ctrl 键，把这几张图片都给它选上。如果选不了，就一张一张的点击一个上传。这里我们把这个3张可以看到，3张都勾上，代表我们都选中了。点击一个创建新相册，点击插入相册，点这个插入相册。OK， 那这里3张图片我们都添加进来了。那么这里我可以把这边呢先关掉，把这边先收起来，隐藏面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添加进来的。OK， 把这个面板给它显示出来。那么接下来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个什么安装新插件，这个不要，我们直接点这里不再显示。那这个呢，无限循环，这个我们不要动它。这里时效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000、5000都可以哈，都没有问题。那过渡方式的话，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好几种方式。那这里面呢，它这个过渡有几种啊？比如说我们选来看一下，这种呢它是属于闪的。那再看一下这个是属于滑动的，可以看到是从左边往右边滑动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从右边往左边滑动的。那再看一下下一个，这个是上下滑动的，可以看到。再看最后一个，还是一个上下滑动的啊，有从左到右，有从右到左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有。那么这我们就选择一个从左到右的这种滑动。过渡时间啊，这里呢我们就给它填成一个1000。那么这个过渡时间啊，一定要改一下哈。你可以啊，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设置一下，根据你这个网站的情况。这里背景尺寸呢，可以看一下，点开我们点一个覆盖，就把整个都给它覆盖了。那位置的话，可以背景位置选一个中心居中。那鼠标往下拉，这下面还有一个背景覆盖，我们点开一下啊，这里有个背景的颜色。背景的颜色，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经典，我们点一下。第2排这里有个颜色，这里我们给它往黑一点去，我们拉到这个最黑这里，点一下空白的位置。这个不透明度的话，我们再给它设置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呢还不够黑哈，这里给它改成一个0.8，看一下0.7呢啊，这个就有一点黑了啊，这个调了个0.8，差不多就这样，有一个背影的样子就可以。这个为什么啊？大家可能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背景打得这么黑？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在这个上面打文字。如果说你这个背景啊，可以看的，如果说你背景比较亮，等一下我们的字打上来就不是那么的显眼，看不清楚。那这个地方啊，你也可以自由设计啊。如果说只要能把你的文字突出出来也是可以的。OK， 接下来点这个高级设置。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类句，稍微给它改一下。我们先把后面这个链接给它取消一下。那如果说你不取消啊，这里我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写个50 ，OK， 你可以看到它会整体一起啊，上下左右全都50。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值取消。那取消之后呢，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填。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填50，啊，第2个填10，这个后面都填10。我们让这个上面呢给它呈现的要宽一点哈。这里设置好之后呢，记得我们点一下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标题内容，我们这里是需要输入一些文字的，把我们的标题内容拉进来，还是点这个左上角添加元素，把这个标题给它拖进来，鼠标按住不动啊，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粉色的线，把它放下。OK， 这里标题就拖进来了。那这个标题的话，就是说你的公司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比如说你是一个进出口的一个公司，那就像我现在做的呢一个科技公司啊，一个进出口的一个科技公司，我做的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网站。那这里的话主要突出我们公司的一个特点，就要在这个页面来呈现。那这个呢又
关系到我们的一个要发挥我们的一个想象啊，写出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口号啊，一个公司的一个特点。那如果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冥思苦想，因为现在我们只要学会使用 AI 工具就可以了，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点到来的，那我使用的工具啊，非常频繁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 GPT 啊，我觉得每天都会用到它。那相关链接我也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了。这里呢，我们给它一个身份啊，比如说，那么我给出一个这样的提示语啊，你现在扮演一名专业的WordPress 的网站设计专家，那么我准备做一个关于创联科技公司的网站。那顶部的，请帮我想一个顶部的一个 banner 区域呢，需要一个网站的口号啊，让他帮我想一个口号，直接发送。那这里分分钟他就帮我想出来了，但是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短，再长一点，我需要一个长一点的口号：创新科技全球供应。致力于为每一位客户带来智能化解决方案，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我就用它了。复制一下哈，我回到刚才这里，把它粘贴到我们的左侧。下面呢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标签选的，我们最开始设置了 H1 到 H6 哈，在我们选择一个 H1 啊，它的字体呢会大一点。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太长啊，你也可以让它选择几个短的。让它再来几个经典的口号。OK， 这里我们选择了 H1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上面中间这个样式。那这里文本颜色我们之前有设置过，我们点开看一下啊，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弄一下。我们选择就是一个白色。这里呢对齐，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居中啊，让它居中。排版这里点一下。那字体的大小呢，我们让这个字体呢大一点啊，这个字体稍微有点小，我们输入一个70看一下。那可以再大一点，80。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够大，还可以比如说85再大一点，或者说是我这里输入一个90看一下啊，90这个我觉得差不多。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这里面板隐藏起来看一下，这个字体还是可以的哈。那这里我们再点这个排版，字体的一个粗细的话，字体粗细它这是600，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个700看一下，没什么变化。我们改个800，变化也不是很大。900看一下也没什么变化，那么就点了这个800。那么这里如果说你是英文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里行高的话，我们改这里先把这值改一下，改成一个 EM， 这里改成个 1.1， 我们让它稍微的话不要那么紧。接下来点这些上面的高级设置，高级设置这里面有一个外句哈，这里我们来改一下，先把这后面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这个给它取消一下啊，我们就改单一的，因为每个值不一样。第一个上我们不用动它，第二个我们改成一个70，下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0，左的话给它改成一个70。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变化，它两边的一个宽度是差不多，它上面我们没改，下面它有空出来一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拖一个文本编辑器进来，点击最顶上这个添加元素，点击这个文本编辑器，拖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粉色的，我们不要拖到它的下面，我们拖到它的上面。 OK， 这里又添加进来了。我们这里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 slogan， 对我们这个口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么这里呢我们用到的还是 GPT。 那这里呢我会发这样一个，我的口号叫出口制造成就全球未来。针对这个口号呢再写一份简短的一个描述文本。 OK， 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就直接帮我们写出来了。那这里呢我们不一定全部都要复制，我们可以捡一些重要的来进行一个复制。这里点一个 Ctrl 加 C， 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显示的一个位置。那这里我们对它的一个位置呢再稍微的给它改一下。我们点这个样式，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高级设置里面有一个类句，来我们这里给它改一下，先把这个值给它取消一下，我们单独更改。那么这上面这个 px 我们这里也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百分比。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一个百分比啊，一定要改，不改的话你就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选好之后再来改一个数字。
那我们的改一个左右就可以了，上下不用改。比如说这里是5%，这也是一个5%。OK， 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两边的一个空间宽度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这里点一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我们文本编辑器，我们这儿点一个居中。OK， 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点一个排版，这里在后面这个笔点一下。那这里字体大小，这里比如说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0左右，20有点大了，得改成个18，刚好2排。那么字体粗细的话，这里可以选成500，区别不大啊。这里行高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0，改成一个28。接下来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还是点这个上面的添加元素，把这个容器拖到这个红线这里显了就放下。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呢，先来设置一下。那么这个内容宽度，这儿我们改成一个合适布局。那这里宽度的，这里就是1320。那这个1320就可以不用去动它。鼠标往下，这里有个方向。方向的话，我们就给它点这个行水平。主轴对齐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居中。那这个副轴对齐也选一个居中。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上面的加号。我们需要增加2个按钮进来，直接先拖进来一个。看一下你的按钮这里点进来，它里面有个颜色，你看一下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可以去纠正一下。可以点这个右上角这个有一个，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站点设置，那么这里有个按钮，点进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字体的颜色根本看不见所以我们这里要来改一下。那这里有个文本颜色，这里我们点一下。把这个文本颜色给它改成一个白色，那这个白色也不是特别显眼，那我们把它改成一个黑色看一下。OK， 这个黑色没有问题，比较显眼，就改成黑色。那改好之后，我们就点这个叉，这里需要保存一下。那么第一个按钮设置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再复制一个按钮。我们把鼠标拿到这个按钮上面，可以看到这旁边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笔。那么黑色的笔呢，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左键鼠标的右键，然后复制到当前对象下点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复制出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那么除了这样子复制呢，我们可以点这里把它删除。还有另外一种复制方法，同样我们点到这里，点这个笔，在这个笔的旁边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复制的一个按钮，我们点一下同样它也可以把它复制出来。那么这上面的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这里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这边呢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上面它的2个颜色都是白色的，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给它改一下它的一个动画效果。这里我们让它2个按钮的颜色不一样。选中这个按钮之后呢，点击一个样式。那么样式下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悬停，我们点一下。点完之后呢，这里有个背景类型这儿我们点这里下面这里背景类型往下走，这里一个颜色点一下。这儿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弄成一个绿色，那可以看到当我们鼠标上去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一个绿色。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白色。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同样也可以改，我们鼠标点到这个上面可以同样点这个样式，点这里的一个点悬停。如果说我们要改文本的一个颜色，我们就直接选这里文本的颜色。要改这个悬停，我们就选这个背景类型下面这里一个颜色。这个呢好了之后呢，我们这里点一个右上角的这个发布，这儿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先关掉，把这个面板先给它隐藏起来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一个首页的一个效果。那后面呢，它是一个轮播图，鼠标放上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会更改一个颜色。我们再点这个把面板给它放出来，这个是我们电脑端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手机端。这个呢是笔记本电脑，我们一个一个改现在是桌面的，现在看一个笔记本电脑。OK， 看一下这个字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点下一个再看一下平板电脑。这里呢是这样子的，它的字体如果说觉得有点大，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笔，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在这里呢点这个样式，样式的话下面这里有个排版，我们点一下排版后面的这个笔。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字体的大小，这里90的话，比如说我们给它改成一个60 OK， 它小了很多。看一下70或者一个50
那么这个50就可以啊，正好排成一排。下面这个字体也是一样啊，我们点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个笔，点这个样式，这里排版点一下，这个字体我们也让它再小一点，比如说我们改成个15，有点小，17啊，改成一个17 ，OK， 这里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改的话，大家可能在想，我改这个的时候，它的一个电脑端、桌面端会不会有变化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规则呢是这样的，我们改桌面啊，或者说这个笔记本，那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平板和手机。那我们改了这个平板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它不会影响到我们一个平板或者桌面端的一个效果。那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但我们改手机端的话，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那这里我们改一下这个手机端，点这个笔，同样这里样式出来了，这里一个排版，我们点开。这个字的话就把它再小一点，30 ，OK， 可以看一下啊，或者是40，这样排起来可以看的明显不好看。20有点小，25。那这里呢，我给它稍微改小一点，我改成16。那下面这个字体我再改一下，点这个笔，同样点这个排版。那这个字体的话，我给它改的更小一点，改成10，有点太小了，改成15、14就差不多了哈。OK，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距离哈，这儿我们把它的一个距离改一下啊。我们点这里一个高级设置，那把这个直线把这个改成一个0。OK 啊，就这样子啊，让外距给它去掉，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嫌这个字体太小的话，那还可以把它这个字体稍微给它调大一点点，调成一个20，稍微大一点，25差不多。OK， 这里调好之后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啊，这个是电脑端啊，这是平板端，这个是笔记本端的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调一下，这里居上，这里有点靠这个线靠得太近了，改成一个0。OK， 这个样式的话，我们这里排版再稍微来改一下，改成一个80，那么让它排成一排就可以了。再点一个发布，这里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电脑端啊。回到我们的电脑端，接下来呢，鼠标回到左上角，点这个添加元素，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往下啊。英语作业，你搞什么呀？做到10点还没做完。OK， 这个容器的话，我们要放在这个按钮的下面啊，你别把它放到这个按钮的上面去了，这样就已经拖下来了。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左上角这个结构点出来，我们给这个容器双击一下，给它取个名字叫服务。因为这个区域的话，我们会设置关于我们服务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给它起个名字，这样方便我们区分。OK， 这里就改好了，双击就可以改。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上面这个添加元素，在这里搜索一个区域，那就是这个，我们把它拖进来，拖到里面。那这里面的文字哈，可以改成，比如说我们是谁，我们这里点这个笔，点一下，这儿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哈，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意思。那么聚焦的标题之前，这里就我们可以给它改，把它删掉，改成是我们是谁。这里那个字体呢，我们之前有设置的 H1 到 H6， 我们这儿选一个 H5， 大小就差不多这个大小。那么鼠标往下拉，最底下这里有个 SEPA， 这里我们点一下，我们这里把它关掉，点一个否。那下面不要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直接给它关掉。再回到我们标题的这个区域下面看一下，这里有个 SONC， 这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我们给它改一下，改成下面这个。那这里呢两个啊，一个是默认，一个是突出啊，我们就选下面这个，它的标题就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再来改一下，改成一个我们是谁，这里可以看到现在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教大家加一个符号。那么这里呢，我们在我们的键盘上面呢找到一个 Shift， 然后加2个方括号中间有2个斜杠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打上之后呢，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会出现2个斜杠。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样式，这里呢我们再选一个居中 ，OK， 我们让它到这个中间来。那接下来这个字号的话，我们再稍微来改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文本，点开之后，这里我们点这个点击后面这个笔，这里字体大小，这里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0。下面行高的话，我们来改一下，行高这里我们先把值给它改一下，点的倒三角 EM，
这里呢给它设置成一个1，点这个笔给它收回去。接下来我们点这个 FOC 点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2条斜杠哈斜线。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上面这个绿色，这里有个 FOIOR， 这里我们点这里就是它的一个，点一下它。那这上面呢可以看到也有一个颜色采样器，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你比如说想要这个绿色，你可以来采一下这个样采完之后呢，这里你可以直接把它的一个编码字体颜色的编码给它复制到这个里面。之前我们有设置过绿色，那我们这里也可以把它关掉，点到一个空白的地方，再重新点开。这旁边这里有个像地图一样的，我们点一下默认的一个颜色，这里面有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有设置的一个颜色，我们就点这个颜色。OK， 那这里2个绿色的斜杠就出来了。这里 TY 的话，这里我们点一下后面这个笔，字体大小这里我们改一下，比如说这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8，点击上面这里有一个高级设置点完这个高级之后呢，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外距。我们先把这后面记得我们先把这个值先给它取消一下，不用一起更改，我们都单独设置。那这儿我们只需要改这个下就行了，改成一个-20，给它改成一个-20。OK， 再点击这个添加元素，这里我们再拖一个标题过来，把它放在这个下面。那么接下来这里呢，我们又需要一个 slogan， 需要一个口号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自己想我们用 AI 就行。我叫他再帮我想一个关于是谁的口号。OK， 让他再想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口号，点一个发送。因为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用 GPT 因为它是有一个记忆的如果说你在给他聊过天之后呢，你直接在这里面问，他每次都能根据你以上面的来给你进行一个回答。它不会说是忘记你前面，它是有一个记忆的。你训练好之后呢，你发什么它就会根据你之前的来进行一个回复。OK， 这里创联科技全球电子产品出口的创新驱动者。OK， 就这一句就可以复制一下，我们把它添加到这里标题这个里面。这里我们点一个样式，对齐这里我们还是让它先选一个居中，然后我们点上面这个高级设置，我们来改一下它的一个外距，把这个后面先取消一下。那么这里我们只需要改这个下，改成20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下面呢，让它有点距离。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个上面的一个添加元素，再拖入一个容器进来鼠标按住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下面。那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又添加进来一个容器。这里内容宽度的话，我们这里选一个合适布局。那这儿方向的话，这里我们还是选择一个行水平，就是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这下面间距的话，我们统一给它改成一个30。这里再点这个最顶上这里一个高级设置，点一下，我们来把类距给它改一下，先把后面这个链接值给它去掉。这儿我们改成10，这也是10，这儿改成30，后面这个还是10。接下来我们再拖一个子容器进来，点这个加号，再拖一个容器给它放在里面。对，就是这样子。这是这个内容宽度这里就选择全宽度，再点击这个样式。这儿我们来把那个背景颜色给它设置一下，这里一个背景颜色，我们点这个经典这个笔，点击这个后面红色的斜线，可以看到这里。点开之后，我们就在这里面选颜色，这儿可以输入一个121212，这种灰黑的这个颜色也可以往上移动一点。那么这个颜色其实大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搭配颜色来配就可以了。OK， 这下面有个边框，边框这里圆角的话可以改成一个10，再点这个右上角这个高级设置。那这儿我们来改一下类距，类距的话这里我们就统一更改，给它改成一个40。这里可以看到大概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还不会做网站大家只要跟上我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呢，你就完全没有问题。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你可以慢慢的看可以放慢它的速度一点一点的来操作。那么大家可以先自己先慢慢的来做好一个网站当你对这些里面的所有东西了解熟悉了之后呢，后面呢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单独的来创建你自己的一个网站。这个呢让你熟悉整个网站的一个设计流程，
这里我说过这个视频很长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啊。你可以分3天、5天、1个星期来慢慢的来操作，不要着急啊，一步一步的，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做完。在我们点上面的添加元素，我们再拉一个标题进来。这里字体标题我们给它改成个01。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样式啊，我们把这个大小给它改一下。点完样式，点这里一个排版，点后面这个笔。那这里字体大小的话，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50，让它大一点。下面行高的话，我们也来设置一下，行高也改成50。点这个高级设置，这个高级设置呢，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内句。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值先给它取消。我们是来改这个外句啊，我们把这个外句这里给它值先取消一下，这儿改一下。这里比如说是一个4啊，右就是25，下就是8，左的话还是一个25，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下面这个定位的话，这里我们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绝对，那可以看到现在它就变小了。水平方向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右。垂直方向啊，这里看一下，垂直方向的话就选择这个上。偏移这里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0。 OK， 可以看到它移到这个后面来了，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么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有一个背景，点一下背景类型，这里呢我们改一下，这儿改成一个渐变。这下面颜色啊，鼠标移到下面颜色这里，我们来选一下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先拉到这里选一个黑色。那么选好黑色，下面次要颜色这里我们也改一下。那这里次要颜色我们还是给它改成一个黑色。不透明度我们一定要给它拉到最左边来，最下面的这个我们给它拉到最左边，就是让它变成一个透明的，有一点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设置啊，设计出一个非常好看、非常专业的网站。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里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90。那么改好之后呢，我们再点击上面这个添加元素，这里我们搜索一个图像，那这中间这里有个图像框哈，我们把这个图像框呢给它拖进来。这里我们拖的时候呢，不是随意乱放啊，可以看到啊，我们不能放到这个前面，也不能放到这个中间，我们要拖到这个01的差不多01的这个位置。那么这里千万不要拖错了位置哈，可以看到中间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线，当中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放手。OK，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图片加标题。那么这里啊，这个标题啊，你可以根据你的产品来写啊。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是一个科技公司啊，这里呢，我的主打产品有一些智能家居呀、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看到这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等等。这里我们就把这些呢给它直接复制过来啊。下面这里你可以根据你的公司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啊，你这里就填入你公司的一些服务，这个就根据实际情况啊，大家根据自己的网站来填写了。在下面的话，这里可以看到标题，我们选择一个 H4 就差不多，稍微小一点。接下来啊，这里可以看到它有文本啊，这文本我们可以再让 GPT 写一个关于这个智能家居设备的口号。鼠标回到这边，那这儿帮我写一个关于智能家居的口号啊，帮我写一个关于智能家居的一个口号。这里智享未来生活，联动智能家居 OK， 这个口号非常的不错，复制一下 Ctrl 加 C， 我把它粘贴过来。在这个里面啊，所有的文本更改都在它的一个左边，不是直接在这下面改。那么这里所有的文案都可以交给我们的一个 GPT 啊。那么接下来呢，这里样式我们点一下，在我们的这里对齐，我们选一个左对齐 OK， 它就来了哈，跑到左边来了。那这里我们点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个图像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宽度我们来设置一下啊。点了这个图像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值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 px， 那么这里面的数字呢给它改成一个60左右啊，这个我们图片要小一点。那你要大一点呢，可以稍微改一点，我这儿改到一个70，或者是一个65，太小了就70吧，差不多就行。那因为我们这里呢要给它加上一些图标，那么这个图标的话，我们要到另外一个网站去下载。那么这里所有的相关链接哈，我都放在了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免费的图标素材。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搜索相关的一些你需要的一些图标，喜欢哪一个你就下载哪一个。比如说我在这里搜索一个智能家居，点这个后面这个搜索 ，OK， 这些图标就全部都出来了。那你也可以搜索你相关的一些你的行业的一些图标，这儿一定要搜英文输入你的一个英文，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搜索。这里我觉得这个不错这旁边就有一个下载按钮，这里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给它翻译成一个中文。那这里呢我们除了直接下载，那我们还可以在线来更改它一个颜色。我们点击一下这里你不需要去点这个后面的这个，你直接点这个图标，点一下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编辑页面。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编辑图标，点一下，这里它要求我们登录一下我们可以选择这里来登录一下，可以选择用你的谷歌邮箱来登录。 OK， 登录之后我们再来点这个，点这里有个编辑，这里有个颜色我这儿给它翻译一下，这个中文的话看起来比较亲切一点，选择新颜色，看一下这里的话因为我们要统一我们网站的一个颜色，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绿色调调。这里之前我有安装一个，这里有一个取色器，那我这里点一下，我来提取一下这个颜色，回到刚才这里选这个颜色，把你刚才吸取的这个颜色粘贴到这里它就变成这个颜色了。那么这个取色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COLOR， 只要看到它的相关颜色你直接把它点了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复制这个色号的一个编码然后你直接把它粘贴到里面来就可以了。 OK， 这里颜色弄好了，我们再点击一个下载。 OK， 这里我们就选择它有高级下载是需要付费的，我们选一个免费下载。免费下载呢，这里呢它有告诉你需要注明这个作者我们这里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需要将这个链接呢复制到你的网站当中这里我们需要这个图标要注明一下作者，我们就把这个链接要给它保存下来，点一个免费下载。 OK， 我们把刚才的图标给它上传进来，点击这个内容，再选择点这里选择图像，点一下这里选择图像，点一个上传图像，点一个选择文件 OK， 把它上传进来。 OK， 这里上传好了之后我们再点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图标就出现在这里了。那么这里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复制一下这里鼠标回到这个子容器这里，不要点外面这个容器我们点里面这个容器这里旁边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一下。 OK， 我们再复制一个，再点一下，那么这里就出现了3个这样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不用每个一个去拖我们就有现成的，就直接把它复制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设置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复制好之后呢，我们先制作好一个，然后进行复制，这样就简单很多了，不用每一个单独去制作所以我们在该复制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简便的方法，加快我们做视频的加上我们做网站的一个速度。现在比如说我们先选择第一个，我们这里点击这个01，点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左边它出现了01，那就证明我们已经选中了。我们点这里一个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背景，点一下背景里面这里有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选择这个0%这里就写一个0就可以了。那再往下拉这个是颜色，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位置我们选0，下面这个次要颜色的位置呢，这儿呢我们还是写成一个0。再往下拉，这里有个边框，我们点一下，这里呢边框这里有个圆角，先把这个值给它取消一下，上的话我们改成一个8，那这里一个左的话我们也改成一个8，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这个样式到另外的2个数字上面去首先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先选中这个它会出现一个粉色的框，我们点进来，这里有个复制 OK， 这里第2个点击一个左键，这里我们重新来一遍这里就点中间这个复制，这里再找的这个标题点一个右键。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刚才我试了一下点这个复制是不行直接点这个复制不行，我们选中之后当我们选中这个框之后点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选中这个框点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样式这里也是一样的，点一个右键复制样式 OK， 这就把它全部都更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改了，这里比如说这个02，我们选中这个框不要选中这下面的，要选中这个02这个框，
点一下这里，我们就把它改成02，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03。下面的内容呢，我们来给它改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点这个框了，点一下，帮我想一个，这里我们就直接用到 AI 了，我就直接用 GPT-4o 一个口号，直接想一个关于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一个口号。这里呢再想一个，我看一下，不要重复了啊。智能家居，那这里还需要一个新能源汽车设备，这个让它再想一个，OK， 这里再发送给他。那这里就有掌控世界，这是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布置一下。然后我们到这里来，先来改一下，先把标题先改一下再改下面的描述，描述在这个下面可以看一下。OK， 这里再来改第3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充电设备。OK， 这里复制一下。好，这3个可以看到，一个是智能家居设备、平板电脑，还有一个是新能源的汽车充电设备。那图标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里面来下载可以看到最后面的图标，大家可以换一下，根据你的品牌来替换它的一个图标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直接下载。那注意一点，要注明一下它的一个，要把它的一个链接放在你的一个视频下方其实这个图标有 GPT 在也可以让它给我画一个关于的图标，黑白色就可以。OK， 这里我就让它，我们这里让 GPT 帮我们画也是可以的GPT-4o 的话，它是有一个绘画的功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升级一下升级教程的话在描述栏。那么这个图标也不错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加上颜色就可以了。那这个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标其实还挺形象的。这下面是一个汽车，这旁边是一个充电设备这个直接点可以看，这旁边有个保存，下载下来直接把它拖进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你想要什么的图片直接就让它给你画出来。有了 AI 就这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整个容器给它选中。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结构这边来把它全部放回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整的结构，我们点一下，这就是我们选中的一个整的结构。选中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出现一条粉色的线。我们要更改的并不是上面这部分，我们需要更改下面的名字。我们这儿把它点开，找到这个服务，我们只需要选中这个服务的这一个容器就可以了。你点中这个服务，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自动的帮我们圈起来了。选中之后，我们点击左边的一个高级设置。高级的话，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类距改一下，把这个值给它先取消。这里居上的话，我们就让它100左右让它空一点。如果说你觉得100不够，你可以选择110。OK， 这中间呢让它空旷一点隔开一点。其他的呢改成一个10就可以了，这儿改成10。OK， 那左右的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上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收回去给大家看一下把它收藏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是不是非常的不错？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其他，比如说移动端、平板端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给它改一下。那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平板这里点笔记本电脑。OK， 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看一下这个是平板，平板也是还是可以的。再看一下手机，那么手机它在下面就只能单独一个一个显示，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字体的话，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字体小一点，这里选中点这个笔可以看一下，这里选样式，选排版。这个字体的话，我们改成30、40，看一下，40有点大，也可以改成30。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就差不多。OK， 改好之后呢，我们记得点一个发布。那再回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这里做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好，那么这里上面的这个部分已经设置好了，我们接下来来设计下面这个部分。前面给大家讲过，一定要先点一个发布那代表这上面这些全部都已经保存了给大家看过，这是我们的首页的一个轮播图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创建第二个部分。那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个加号，可以点这个加号。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个弹性盒，有个网格，那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弹性盒，点击一个向下，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添加一个容器。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还是点击这个上面，这里有一个添加元素，我们在这里一样拖一个容器过来直接把它拖过来。拖过来之后呢，这里
把这个结构打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这是我们刚才拖过来的一个容器，我们这里把它双击一下，这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产品展示区啊，这里是产品展示区，就改成产品，这样方便我们区分。这里好了之后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展示的一个区域。接下来呢，我们点这里一个啊，选中这一个区域之后，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我们把类距这里改一下，把这个值取消。比如说这里我们上的话改成一个10，右的话也是改成一个10，下的话改成一个20，左的话也改成一个10，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下面的话，我们这里直接放入我们的一些文字信息。这里文字信息的话，这些我们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不需要再重新去做这样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这个 Elementor 所以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插件用好因为它呢真的有一个复制功能非常的强，你不用每一个都去从头开始做。那这里我们把这里两种复制第一也是点鼠标的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把这个结构先关一下，或者是后面这里有个笔。这里我们也可以点开一个复制，这里复制一下，接下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粘贴。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粘贴下来了。那继续我们把第二个这个也给它粘贴下来，点在后面的笔，点中之后点这个鼠标的右键，点一个复制，那么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点击一个粘贴。OK， 这里两个就直接粘贴进来了。那这里呢，我们稍微给它改一下，我们是谁这里给它改成我们的产品。那下面这里呢，这个口号呢需要改一下，这儿我们又用到 GPT， 直接让它帮我想一个关于我们产品的口号，点击一个发送。那这个口号创造科技精品，连接全球未来就 OK， 点一个复制。那这里我们到左边这儿来，直接给它粘贴进来 ，Ctrl 加 V，OK， 这里改好这里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点击左上角这一个添加元素，这儿选中这个容器，鼠标按住左键把它拖过来，放到它的下面。内容宽度可以看一下这里内容宽度，我们就选择一个全宽度，点击这里一个高级设置，点一下。我们这儿来把类距再给它设置一下，类距这里全部给它改成0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上面点一个添加元素，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图像。那么这个图像轮播我们把它拖下来，放到这个下面我们刚才的容器里面。那接下来呢，要加入我们的一个图片，这里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图片呢添加进来。这儿我们点下中间的这一个区域，点一下，点好之后呢，这旁边有一个笔，可以看一下，我们点一下。那在这个左边呢，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就有一个选择图像，我们点这里一个添加图像。这里可以选择上传你的文件。那接下来这里呢，可以你根据你公司的一些作品也好，产品也好，来进行一个上传。如果说你有一些产品图片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上传。那如果没有的，就像小鱼儿一样我这里呢可以看到，我这个是一个科技公司我的科技公司里面，我就直接让 GPT 让它告诉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有哪些。可以看到有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新能源充电设备、电子配件。我直接呢就让这个 GPT-4o 呢让它帮我生成了图片，可以看一下。那如果说你是 GPT 3.5 的版本呢，它是没有办法给你生成图片的建议你呢可以升级一下。那相关的升级教程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怎么样升级。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如果说连账号都没有了，那描述栏也有一个成品账号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买一个来用。那这里呢，小鱼儿呢也还比较喜欢另外一款绘图软件。我们为什么要用 AI 来绘图呢？因为 AI 绘图画出来的图呢，它是没有一个版权的，我们可以放心的使用。这里呢可以看到，那么我会经常用到的一款 AI 绘图工具呢，就是这个 Midjourney因为我觉得它的图片非常的高清。那跟我们的真实拍摄呢没有什么区别。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用 Midjourney 画出来的一些图。那么现在 Midjourney 呢也非常的方便直接在线呢就可以直接网页版就可以绘图。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Midjourney 账号呢，那描述栏也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个 Midjourney 有一点就是这里呢小鱼儿说明一点，那它因为它是要收费的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如果有朋友想要免费绘图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Leonardo
那么Leonardo呢，每天呢是有150个积分啊，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已经用过了，所以每天呢你是可以免费啊。如果说你的用途量不大的话，那这个150个积分还是够的，哪怕超了啊，它的收费呢也是非常的合理。那它不仅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呢，它还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呢帮我们转成一个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从图片到视频，这里呢我复制一个提示词，那么这个提示词呢我都是让 GPT 帮我写出来的啊。这里呢我会用到谷歌翻译啊，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复制一下，打开这个 Leonardo，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粘贴到这个上面。那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张数啊，你比如说一张啊，这个图片你需要生成几张，这里1、2、3、4都可以选。往下拉，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尺寸啊，比如说这里有个1:1，或者说是9:16，或者16:9。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4:3或者1:1的一个图片啊，它的长要长一点啊，选择一个4:3。这里可以选择模型了，这中间点击一下这个倒三角，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型可以供我们选择，就这个模型它就生成出来的效果就不错啊。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生成按钮。那Leonardo它绘图的时间啊，它等待时间这一点呢，比起Midjourney会强一些。因为Midjourney的话，你需要提前把你的图片做出来，你把你的提示词呢发过去啊，它可能在绘图过程当中呢会慢一点，需要等待。但是Leonardo可以看到，它出图的时间是比较快的，基本上几秒钟、10来秒就可以出图。OK， 这里所有的图片呢全部画好之后呢，直接可以看到在这里。鼠标移到这个图片上面，在这个下面这里呢就有一个下载按钮，直接点击这个下载，那它就可以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这里 Leonardo 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我也放在了描述栏里面。我们可以统一把这些图片全部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接下来呢，就可以上传这些图片，点击这里上传文件，选择文件。那么这是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些图片啊，我们可以把它点击上传。这里呢，我们要多选的话，按住一个 Counter 键。点击一个打开，那这个图片显示出来了，证明就可以上传了啊。这里它正在加载，看一下。OK， 接下来这里啊可以看到它都已经把它勾上了，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这里一个创建新相册，再点右下角这里一个插入相册，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就上传进来了。那么这里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边显示的图片都太小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呢来设置一下。这图片里面的一些分辨率，这里呢，我们来选一下图片的分辨率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倒三角，我们点一下，再我们选一个原图 ，OK， 可以看到原图之后呢，这里就大了很多。这里幻灯片显示它一个数量，在我们选择一个3啊，这里就显示3张。再下一个呢，幻灯片的一个滚动呢，这里我们默认选个1张，我们可以依次啊一张一张的滚动。那这里图像拉伸的话，我们点一下。这儿我们选择4，那鼠标再往上移啊，这里有个样式，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定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定位啊，这里啊可以看到尺寸的下面这里有个颜色，我们可以来给它选一个颜色，这儿点这一个默认点一下，我们选的这个绿色 ，OK， 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个箭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绿色哈，这个颜色它比较符合我们创建的网站的颜色。再往下拉呢，啊，这里有个图像，我们把它点击打开。这里有个间距啊，我们点一个自定义。这里呢，图像的间距哈，这里它是20，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25。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哈，它就有一个空的一个地方出来哈。每一个图片的中间可以看到就有一个25的一个间距，稍微给它隔开一点。那么下面这个边框的圆角可以看到，现在它是一个正方形的。4个角都是正方形的，这儿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圆角啊。这儿比如说这个值不用取消啊，这里我们直接输个10，整体一起设置。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点圆的了啊。如果说想要再圆一点，可以改成个15，那么这个圆角就更加明显了。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它就更有一种设计感。那么我们这里的电脑端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平板端，这儿我们往下拉。没有问题，这里再看一下我们的，刚才是我们的笔记本端哈，这个才是我们的平板端，看一下，那这里还是可以啊，显示的是2张。接下来再看一下手机端，那如果说觉得这个字体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觉得这个字体有点大，
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这个字体点一下这个笔，点这个样式啊，这里有个排版，点一下，字体大小可以给它改成个20、25啊，稍微小一点，28。OK， 没有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发布按钮。记得啦，每做好一部分了，我们都需要发布一下哈，必须给它保存一下。这时候回到我们的这个桌面端，接下来我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效果啊，看一下。OK， 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里间距啊，看一下这里的话稍微有点靠的有点近哈，那这上面可以看这里呢就比较宽，这里呢我们要让它的把这个上面的间距呢给它改一下。这儿呢我们也不需要在这边来设置啊，我们可以直接粘贴上面的这个样式啊，找到这个区域，点击这里有个结构，我们把这个产品给它点开，那么我们可以点击上面这个进行复制啊，下面呢这里呢再来粘贴它的一个样式。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点这个笔，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外距这个上我们把这个值取消一下，上的话我们改成一个20。 OK， 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它就宽了，如果觉得这20不够的话也可以改成30，让这个位置呢更宽一点。那就把这里啊间距给它打开一点就可以了，其他地方不用啊。我们再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下一个区域。那下面这个区域呢，我们展示一个动态区域，你公司的一些数据。这部分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你在点到它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呢它会动。就比如说啊，你的一些合作伙伴呐，你的一些产品的销售记录啊，还有包括什么奖项这些等等啊，可以展示你公司的一些实力。那这儿我们就直接点这个下面这个加号，点一下，这里点一个弹性盒，这里呢我们点这个向右的这个键，那鼠标再回到这个左侧栏，确保这个箭头呢它是向右的。那接下来鼠标回到左侧啊，这里高级设置点一下，那我们来把它的一个类距改一下啊，这里有个值把它取消，那么这里改成一个30、10，这改成一个下120。后面这个也改成一个10，这里建议大家这个数据啊，这里来也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啊。第一次啊，再跟着一起练习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这儿我们再拖入一个容器进来，放到它的中间。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点这个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计数器就是这个，上面带了个123，然后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OK，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数字，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呢，我们到鼠标来到左侧，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些相关的数据。这里你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一个开始数字，比如说1，结束数字，比如说你可以设成一个30，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结束的数字它就自动变成了30。而这个数字的前缀呢，这里呢数字的前缀，比如说你在这前面可以加个1，你可以看到它前面多了一个1啊，它变成了130啊，这里我先删除。后缀它比如说你可以加个 K，点击一个大写的 K 啊，它就会变成这样，多少 K。那么这个 K 呢，就是一个万的意思啊，比如说20K 就是20万。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左边的一个样式，这里呢有一个计数器。接下来呢，这里有个数字啊，这个可以看到左侧呢，我们点一下，这里出现一个排版，我们点一下。那这里一个行高的话，这里行高我们改成一个80，这里有个文字描边，这里我们点一下，这儿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描边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那么描边颜色后面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点开啊，这儿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白色。那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它就多了一个描边。那这里我们点上面一个空白的地方啊，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点一下，标题这里有个排版，我们再点一下。那这个字体的话，我们这里来设置一下，给它改成一个18。粗细的话，可以选成一个400。这个标题的颜色，这里我们点这个后面，我们也给它改成一个白色。那这上面这个文本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改它。数字我们点这里的数字。那这里文本颜色呢，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的。文字描边这里是描边的颜色哈，我们还是给它选成一个白色的。OK， 这里都能看得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找到这个容器，点一下，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我们还是向右。这会儿它会。这里呢，它跑到最左边靠齐了。接下来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居中 ，OK， 现在就在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选择一个复制啊，你点一下，这里有个复制，那这里再复制一个，再复制一个 ，OK， 这里复制出来4个，复制出来3个。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选中这个容器，这个主轴对齐这里，我们选择第4个首尾内部等间距啊，我们选择第4个，对，让它这样4个展开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更改这个数字的一个内容。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啊，比如说你是做什么的，你的网站经营的是什么啊，是做的什么网站，可以编辑跟你网站相关的一些内容。这里相关的数据呢，数字啊，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直接改，粘贴到里面就可以。这儿我改一下啊，改成一个50加。那我这里是全球覆盖率哈，是已经有50个国家呢，已经用上了我们的一个科技产品。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科技研发投入这相关数据啊，我点这个笔这里就可以来改。每个数据单独这上面都可以看到有一个笔啊，改哪一个就点哪一个。这里呢，我会改成一个15，这儿呢，我要改成一个百分比。第3个是一个客户满意度哈，点这个笔改一下。客服的一个满意度，点这个笔改一下数据，这里呢会改成一个95，这儿也会改成一个百分比，客户的满意度是95%。那么这里呢，产品的一个交付时间，那这里我来点这个笔改一下，这儿是7天，这里改成一个天。OK， 这每一个啊可以看到这上面都可以改。这个就根据你们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填写。后缀这里啊，数字后缀你可以改成天，可以改成加，也可以改成百分比，左侧这里来改就可以了。OK， 那这个区域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这里我们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我们看一下。这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笔记本都能展示出来，再看一下平板端也能展示出来啊，看一下手机端这样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回到我们的桌面。那这里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区域关于我们的客户的一些反馈啊，客户的一些评价，在这个下面呢要让它显示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一个容器，在这个下面啊，点击这个添加元素，这里拖一个容器过来，放到这个下面。OK， 这里出现了过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列垂直向下，点击这个向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左上角这里结构打开，我们把这些呢该给它收回去啊，把这些容器都给它收回去。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拖进来的一个容器，这儿我们写上客户评价 ，OK， 命个名哈，这样方便我们自己认识。那写好之后，我们就把它先关掉。那我们选中这个区域，点一下，这里有6个点，点一下。这儿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背景类型，这里有个经典，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有个选择图像啊，我们上传一张图片进来，点击上传文件，点选择文件，点这个啊，我这里随便上传一张 ，OK， 点右下角的选择。这儿我们来设置一下图片的分辨率。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原图，定位的话选择一个中心居中。那么背景重复这里呢，我们选择不重复。这里显示尺寸的话，选择一个覆盖。那么下面这个背景覆盖，我们再来改一下，点开它。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背景类型，这里有个经典，这里有个渐变。那我们选择这个渐变。这里背景类型啊，在下面有个颜色，我们这里点一下后面这里。那这儿我们给它改成一个黑色，下面的次要颜色这里我们来给它改成一个，这个里面我们刚才啊最开始有设置的有颜色，我们点前面这个自定义，改成我们的一个绿色。那么这里角度的话改成107，这个不透明度的话改成0.7。OK， 这两边就是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左边黑啊，右边就是绿。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鼠标往上拉，点这个高级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类距，先把这个后面这个值先取消。上的话改成一个65，改成10，下改成140，左的话也给它改成10。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呢就能模糊的看到一个手指。那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个里面呢再加入一个东西，点击右上角的左上角的加号，在这里输入一个，那么 T 是TES， 那你这里输入一个 TES， 那么这下面会跳出来3个9，这里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容器中间。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出现了几张图片。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左边呢，它一共有6个选择，有6个模板啊。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是这样子的，第三个是这样子的，第4个呢是这样子的，
第5个是这样子的，第6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再让我们选第5个这样子的一个滑动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客户评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填写它。那这里面的一些顾客评价啊，如果说你没有，你是一个新店新网站，那么我们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这里打开 GPT 啊，我在这里输入帮我写6条客户评价，包含名字和职位。 OK， 这里呢让他帮我写几条客户评价。我这里面评价的话必须有人有职位啊，这个才更加的真实。直接发送。可以看到除了评价内容职位之外呢，还需要有一个头像。这里我们都没有的话，那没关系啊，我们都可以交给 AI 描述一下以上6个客户的外貌形象，我需要生成头像。那么这里让他描述以上6个客户的外貌形象，我们把它生成头像。那其实也可以让他直接画图，分开做图，头像的大小合适的尺寸就可以。圆形头像啊，是圆形的。OK， 我直接让 GPT 帮我做图都可以。看一下，这里有采购经理，这儿复制一下哈。这里呢也可以用 Leonardo 来帮我生成一下比例，就选个1:1，点击生成。它生成的是一个卡通图像哈。这里我们是可以交给 Leonardo 出图速度比较快啊，基本上不需要等待。可以看一下，其实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你还没有一款合适的绘图工具，考虑这个 Midjourney 或者Leonardo 的链接哈，都在描述栏，也可以喜欢用哪一个你就用哪一个。OK， 这里我们就保存一下这些图片，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那么这些人物的话都是有需要的，这个多存2张而且它每一组的人物生成的都有一点相似啊，可以看一下。每次一组提示，它能给你生成4个相似的图片出来。OK， 把这些图片，我们把这些存到一个文档。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点这个 TEST， 那下面呢可以看到呢，它一共有3个客户评价。下面2个的话，我们先不动它哈，我们先来改第1个，点一下。那么这里可以来更改一下它的名字。这儿我们回到刚才这里，比如说第1个是张伟，把它粘贴到这里。第2个这里来改一下它的职位是什么，采购经理，改一下。下面呢是文本内容，直接给它复制一下，粘贴到这个里面。OK， 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客户的名字、他的职位、他的一个评价内容都在这里。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这几颗星，那这个上面这里有一个启用评价，这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OK， 这上面这几颗星就不见了。那这个头像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那么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选择图片，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点击一个上传，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图片给它添加进来，点一个 Counter 键啊，选中它就要几张图片同时进行啊，点这个 Counter 键，选好之后点打开。OK， 这里我们先点一个选择，那可以看到这个头像就上传进来了。那如果你有真实的一些评价，有一些人物图像的话，那把它上传进来那是更好的。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有个设置，我们点开一下。那么这里有个 DOTS， 我们给它打开，因为等一下我们如果有几个评价的话，那么它都会出现这个圆点，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我们点击这上面这一个样式，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格式。那么这里有个背景类型，我们点这个经典，点一下这个经典，点一下这个背景类型。那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给它改成一个透明。那么等一下呢，大家就知道了。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 label， 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有个对齐方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居中。OK， 可以看到它就居中了。OK， 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0。那这里一个 dispersion， 我们点一下这个。那这一个颜色的话，字体颜色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白色。OK， 可以看到这里颜色就能看得清了啊，这个字体就能看得清了。那点一下这个排版，字体大小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8，那这个字体就变得更大了，或者说改成25也是可以的。
这下面行高的话，给它改成一个45。这里我们点一下空白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距离哈，这里把这个值取消，这里居上，这个0不用改，它右下的话改成一个40，左的话也就0，不用改它。那接下来设置一下图标，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呢，这个图标的颜色我们点后面这里，那我们也可以点这里默认啊，我们刚才设置的选一个绿色。OK， 可以看到这里它这个图标就变成了一个绿色。我们之前设置好颜色，现在加起来就很方便。这个图标大小的话，给它改成一个60啊，这里让它显示的大一点。底部的边距的话，给它改成一个15，让它呢距下面呢稍微远一点。这里间距的话，我们来改一下啊，这儿我们先把后面这个改成一个百分比，这里给它改成一个50%，这儿可以看到它就向右边靠了。那这里再往下拉啦，这里呢有一个设置客户的这个区域，我们点击一下，这里字体的颜色我们还是给它改成一个白色。OK， 可以看到这里变成张伟白色的这个字体。这里描述的颜色点这里呢，我们也给它改成一个白色。OK， 可以看到下面也是白色。那鼠标再往下拉，这里有个客户的一个照片，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边框类型。那么这里边框类型，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实线。边框宽度的话，边框宽度改成一个38。那么这里边框宽度呢，先暂时不要设置它。接下来鼠标往下拉，这里高级设置，我们把类距给它改一下，把这个值取消。上的话不用改它，把右改一下10，再把这个值取消掉，只需要左右改一下就行。你如果觉得这个人物太小，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它放大一点哈。点击这个样式，鼠标往下拉，点击这个图像，鼠标再往下拉。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像放大。OK， 可以看到这里啊，可以把它变小，也可以给它放大到100就差不多。OK， 这里设置了一个，后面的设置方式都是一样的啊。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2、3都可以啊。你想放几个评价进来？点击这个内容，点击这里一个文本，接着来改第二个。首先顾客的一个名字 ，OK， 这里一个英文名给它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它的职位粘贴进来，好，把它的评价粘贴进来。OK， 接下来加上它的图片，点击选择图像。OK， 第二个设置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设置第三个，点这里，点击第三个客户名称，操作模式都是一样的哈。评价粘贴进来，加上它的图片啊，返回上面，再点一下这个。那这里呢，你有几个评价？你需要几个评价？这里还可以新增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新增，你还可以添加。如果你觉得这几个显示不够的话，你还可以点一个新增。那这里呢，我再加一个进来，再加一张图片进来。OK， 那我这里所有的评价就已经全部都已经填写好了。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每一个评价下面有个圆点，它有对应的。点击第二个啊，它会对应第二个评价啊，第三个啊，这里都有对应的一个圆点啊。就算你不点呢，它也会自动的滑动。这里我就添加了4条评论，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我们这里点一个右上角的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把这里给它点一个隐藏面板，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OK 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电脑，那也没什么问题。再看一下手机 ，OK 这里也没什么问题。那么回到我们的桌面端，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呢，就做的差不多了。那上面第一部分呢有我们的一个轮廓图，中间呢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简单介绍，下面呢这个区域呢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再往下来有我们公司的一些相关数据，那再往下来还有我们的一些顾客的一些评价，一些重要的一些反馈。现在呢我们就还差顶部的还差一个顶部栏，就是我们的一个导航栏，还有我们的底部啊，还有可以放一些链接。那么后面呢我还会接着跟大家教大家怎么来做哈。如果说你也是正在学做视频，那你记得订阅小鱼儿的这个频道。小鱼儿的每一期视频呢都是手把手教程，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反复观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做一下其他的这些页面。那么我们这里把这个面板点出来，这里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哈，一定要点击，一定要记得发布哈，不发布的话，可能你刚才的这个板块就全白费了，白做了。这里呢，我们点这里一个3条线，
点退回到 WordPress， 这里再点击这个 W， 这个就会带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里呢，我们怎么样去进入到我们刚才的首页呢？这里小鱼儿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鼠标回到左上方，这里有个 W， 旁边呢有一个小鱼儿，那么你点到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查看站点。我们在鼠标中间这个滑动键点击一下啊，在一个新窗口打开。OK， 打开之后，那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这一个首页。那回到后台，我们点击一个页面，页面这里呢有一个新页面，点一下。这儿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个关于我们，输入好之后点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需要点2次发布。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编辑这个来编辑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上面的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设计的这个页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来首先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设置。我们点击中间的这里有一个页面设置，点一下。那么在左边鼠标往下滑，在这里有一个页面布局，这里页面宽度我们选择 Elementor 画布，它就会进入到一个编辑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加号，添加一个容器进来。那这个容器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命名一下，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结构，在这里我们双击一下，给它改成一个。那么接下来布局的话，鼠标回到左边，鼠标往下拉，这个方向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向下。这里主轴对齐，选择一个居中。那副轴对齐这里也选择一个居中，点这里一个居中，这2个都选一个居中。点击这个高级设置，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类距。把这个值先取消，那么这里设成一个210，右的话改成10，向下改成110，左的话也改成10。那么这里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背景图。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素材网站里面来搜索一个关于我们的团队。OK， 这里复制一下，因为这个素材网站也是需要一个用英文来搜索，用的是这个 Pixabay， 然后这里输入好之后点这里一个倒三角它里面你可以搜索视频也可以搜索图片，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图片。OK，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就是一个团队，你可以直接点这一张把它放大之后直接点这里有一个下载。那你可以看一下，有的是付费的，可能你就下载不了，我们需要选择一些免费的一些团队。这张图片这张来看，放大看一下。OK， 这个就可以下载刚才那张下载不了，这里有个 download， 选择1920，选择这个下载。OK， 这里已经下载好了。那如果说你想要跟人家与众不同的话，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让 AI 帮我们生成。比如说这里帮我描述一下关于我们团队的图片描述，这里直接让它描述一下，它告诉我画面展开的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面带微笑，整体的搭配色彩这里也有，这个是一个描述词我们画图的一个提示词。那这里呢，我可以直接帮我画一张真实的图片，直接帮我画一张真实的图片，比例1:1吧，直接点这个发送。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做图。如果说你用的是 3.5 的版本，那它就没有这个绘图功能那我用的是4O 的，可以直接绘图。如果你还没有 GPT 账号，描述栏也有一个成品账号可以购买或者说去升级你的账户升级教程描述栏也有。OK， 这是画出来的，稍微有一点那么不是很好当然不满意你可以让它重新画。那我复制一下，点一个复制粘贴，这里我用这个 Leonardo 来画吧，我比较喜欢用这一款直接点击进来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注册链接呢就在描述栏大家可以直接注册，它可以免费用的，可以看到每天有150个积分。这里点击这下面的一个画图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词给它粘贴进来。这里比例选择一个16:9，点这里一个生成。平时呢，我是喜欢用 Midjourney 来绘图这个 Leonardo 是我一个备用绘图的一个 APP 大家也是一样可以备2个那这张还是不错的点击这里一个下载。这里图片准备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开始上传。这儿我还是想用 Midjourney 再生成一个打开这个 Midjourney， 点击这里一个斜杠，
点这一个 image， 把提示词粘贴进来。接下来输入这后面输入一个尺寸-AR 16:9，版本我选6.1，直接点发送。我想看一下哪个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更加的好。这里 Midjourney 和 Leonardo 的一个链接呢，我都放在描述栏。那 Midjourney 呢，它目前是收费的哈。如果说大家去买官方版本的话，一个月可能要100-200人民币啊。大家可以先去便宜合租一个，先来用哈。描述栏的链接啊，你可以买一个。始终觉得这个 Leonardo 啊，换了一个模型生成出来的，感觉有点太死板了一点哈。大家其实可以多来修改一下提示词来试一下，可以还是有一些小瑕疵啊。看一下这里它的嘴巴这里。OK， 图片生成好之后啊，大家直接保存。接下来我们就来上传。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样式，背景类型点这里经典，这里就选择图片，这儿点击上传图片，点选择文件。这里我们选择这张图片，点击一个打开。那么这里其实你也可以多选一张，点击一个右下角的选择。那么这里图片上传进来之后呢，这里我们图片的分辨率呢，还是这里选择一个原图。那定位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它有没有居中，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选一个中心居中。那么这个背景覆盖，这里我们选择一个不重复。这显示尺寸的话，这里选择一个覆盖。下面这里有个背景覆盖，我们点开一下。那这儿背景覆盖的话，这里有个颜色，这儿有个经典，我们点一下。这下面有个颜色，我们点这里。颜色的话，我们选成一个黑色。这里不透明度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个0.8或者0.9都可以哈。我们目的就是让它这里稍微黑一点。那如果说啊，你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0.1的话，那这儿太亮的话，我们等会儿文字呢，在这个上面可能就看不太清啊，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个0.8。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加号，这里拖入一个标题进来，放到这个中间。OK， 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标题文本我们在这里输入，改成关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呢，它就非常的显眼。那么这个页面呢，主要是做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个加号，再拖入一个容器进来，放到它的一个下面哈，不要放到上面。OK，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那鼠标来到左边，这里一个宽度的话，内容宽度我们选择一个全宽度。在下面在这里呢，宽度的话，我们这里选一个 px， 选择一个像素。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改成210。这儿箭头的话，我们选择这里选择方向，这里选择一个向右。主轴对齐这里选择一个居中，这里副轴对齐也选一个居中。这里间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8。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样式，那我们来设置一下刚才这个容器的一个背景颜色。点击这个背景类型，这儿选一个经典。那这里我们这里点这个颜色哈，在后面点一下。这儿的话，我们把它改成6个 F， 再输入2个3，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哈，带一点灰的这种感觉。那这儿呢，我们再点击这里一个加号，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记录一下，这里改成一个透明灰，点击一个创建。OK， 可以看到这里啊，那么这里面又多了一个透明灰啊，这个是前面我们创建的一个颜色。那下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那你直接点击这个地球啊，这个形状呢，它里面就会有我们提前添加的一些颜色。下面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边框，边框圆角的话，这儿我们给它输入一个10啊，全部给它改成一个10，再点一个高级设置。那么我们需要来改一下这个类距，这个类距这里我们全部给它改成20。我们要一起改的时候，这个值就不用取消啊，它一个改就全部都会改。如果说你要每个数字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字给它取消。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在这里我们搜索一个图标，那么我们把这个图标列表给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OK， 可以看到中间出现了3个图标。那这边我们鼠标回到左侧啊，这里我们删除2个，留下1个就可以了。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啊，这里我们把这个文本这里改一下，就改成一个首页。那这个图标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选一下，这里有个图标库，点一下。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就这个图标，我们点一下，选择好之后，这里有个插入。OK， 这个图标就已经变了。那这里可以看到，在下面呢，你可以粘贴你的首页的一个链接，在这里可以粘贴链接。鼠标上面这里有个布局，看一下啊，这后面有个3个点，我们点一下这个行类，我们再点上面这个样式。
样式这里我们选择这个图标，图标的这个颜色我们点后面给它改一下，这个图标的颜色给它改成白色。OK， 可以看到刚才是这个颜色不明显的哈，我们现在给它改成一个白色，可以看到这个小房子就变得非常明显了。那这里尺寸改一下，尺寸的话给它改成一个18，稍微大一点。那么这里改好，我们点这里个悬停，悬停的颜色我们给它改一下，点这个颜色后面这里点一下。那么这儿我们就选择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颜色啊，或者直接点这个默认，点后面这个像地球一样点一下，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绿色。OK， 当我们鼠标移上来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看一下啊，拿开是白色，点上去是绿色，就是我们主色调的一个绿。水平对齐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左，再往下这里有个文本，点击一下。文本这里有个排版，我们点一下后面这个笔。那这个字号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8。行高鼠标往下拉，这里行高，这里 px 给它改成 nm， 这里改成个 1.2。好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笔收起来，点一下。那这里有个文本阴影，那这下面颜色我们点开一下，这儿我们也把它设置成一个白色。那么拖上来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它也变成了一个白色。同样这个悬停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颜色也给它改一下。那我们还是点这个默认里面的，给它改成一个绿色。OK 都是一样，当我们的鼠标拿上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都会变成绿色。接下来呢，我们鼠标来到中间，这里一个笔，这里一个复制，我们点一下。OK， 我们这里复制了一个，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第二个首页，这里我们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个关于我们。那这个图标的话，我们去换一下啊，点这个图标库，这里有我们搜索一个 ARR， 大概就是这个符号，我们点一下，点插入。OK， 这个字可以看得稍微有点大，我们来改一下，点上面这个样式，点击下面这个文本，点这个排版，我们给它改成个16。OK， 这里稍微小一点。那这里首页，如果说你想改也可以改，不改呢也没有问题。这个呢，只要能看清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个地方哈，我们需要再改一下。我们把这个关于我们点中啊，这里有个笔，点一下。那么这里呢，它现在是它的一个大小是 H2， 我选择一个 H1， 让它再大一点。接下来点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那么接下来里面呢，我们还会插入一些内容，让这些内容呢，可能看起来它就非常的酷炫啊，但是做起来呢，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做。如果说你没有相关的模板的话，那可能做起来就会非常麻烦啊。那这儿呢，我也会把这个模板呢给大家准备好，大家呢直接去描述栏里面找到这个模板的链接，直接下载就可以哈。这里下载的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那么这个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的相关链接呢，都会在描述栏。那么大家呢，只需要点击下载就可以了。那这个模板呢，都是我们事先已经做好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只需要直接导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就可以了。再次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那鼠标来到下面这里有个加号。那这个后面呢，这里有个增加模板，我们点击一下，点击最上面这里一个我的模板，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导入模板，点这里选择文件。那这里呢，我的模板都在这个里面，点击打开，双击一下，这里打开这个模板，再双击一下，这里我们点击第一个 About， 点这个双击一下，这儿呢我们直接点一个继续，这里点一个启用和进口。刚才点了之后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大家可以等一下啊，这里它是自动就会弹出来的。如果没有弹出来的话，我们再点一下添加模板，点这个导入，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一个插入就可以了。 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把它插入进来了。那么里面所有的内容呢，我们都可以来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这个上面呢它是英文的，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那这里呢，我们点中这里啊，每一个区域啊都是可以改的，可以看到它都是独立的。这个地方点一下，这儿我们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让 GPT 帮我们写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介绍，直接写啊，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介绍。OK， 发送给他。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一句给它复制一下，回到这边，点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这里一个标题给它改一下。这个字太大的话，我们这里改小一点哈。对，这里直接点一个 H3 就可以啊。下面的标签把它选成 H3，这个都是我们事先设置好的。那在下面这里点一下，我们再来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文本内容里面来。那这里呢，我们也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这两个太少，你还可以点复制啊，可以让它更多，不需要呢也可以把它删除。那么这里你可以填入一些关于你公司的提供的一些服务呀，比如说你公司提供的一些什么品牌呀、策划呀都可以。这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呢我们来到左边啊，怎么改这个里面的字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啊，这里文本就可以改了。这儿我再复制一段，要粘贴进去。那么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返回这个图标，点下一个，选第二个，再来改第二个。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改好了。下面这个区域也可以改，点一下这个笔，那这里可以给它改成一个中文。那这里我给它改一下，这里这个%多少了，这里也可以改哈，这里也可以把它改一下，或者直接后面改数字也可以，95%。那么下面这里也是可以改的，这个头像呢，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头像 ，OK， 这里啊点这个笔，文本在这儿，比如说是一个查看更多，这里呢可以写成啊，点了过后这里改成这个女的她是这个公司的什么人，比如说一个产品研发总监。那这里呢图标也可以改啊，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直接改的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头像啊，你可以改成你公司的一个头像，选择你们公司哦或者老板的一个头像都是可以的。那么这里做好了，我们就到下一个部分了。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它呢是叫做一个主页灯箱啊。这个大家其实在外面见过开店的都知道，它上面会有一串的数字或者一串的汉字一直在滑动哈。比如说是你公司提供的一些什么服务呀，它的一些关键词，你公司有一些什么产品呐、什么特色呀，它都会在这里展现出来啊。你可以把它填在这个里面。如果说你不会写的话，这个同样我们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写。这儿我们打开 GPT， 我做这个网站的话，我从头到尾都用的是 GPT 的啊。我在这里呢创建了，给我的这个每天问他的一些问题呢，我都给他命名了，就叫一个科技公司网站。那我就是在这一个窗口一直给他聊天啊。所以大家在用 GPT 的时候呢，也是有方法的。GPT 的话，它是有记忆的哈，你不需要每次进来单独去开一个窗口，又新建一个聊天页面。那么你只要找到你的这个页面，你就一直跟他聊下去，因为他是有记忆力的啊。你前面问过的问题，他会结合你现在的问题和之前的问题来一起回答你。那就他告诉我创联公司，他一直都知道我这个是创联公司啊。可以看一下这里关于我们这个创联公司科技公司，他都还记得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档案记录一样的哈。这个 GPT 呢，这一点呢就深受大家的喜欢。它每一个窗口啊，它的每一个聊天室的话，它都各不相干啊。所以呢，你用一个聊天窗口把整个这个网站搭建下来，该问的问题就在这一个里面问就 OK 了。接下来我要给一段提示词给他，这儿刚只是给他讲了哈，讲了我这里有很多聊天窗口，大家可能这边没看到，因为我把它放起来了。这里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哈。所以呢，没必要开那么多窗口啊，你要新开窗口就点这个，那它又是一个新的窗口，那么我们找到之前的这个就 OK 了。这里我会给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词，请根据以下格式用中文写一些关于我们公司产品的关键词，不要相同 OK。 下面呢是我给了它一些关键词让它模仿哈，点击一个发送。那这里的话你做的是什么呢？你就让它给你写关于什么的一些关键词。那比如说我公司是生产一些电子产品的哈，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智能科技、智能设备、电子产品、智能家居等等这些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一下，点击一下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在慢慢的向左滑动，起到一个
循环的一个展现的一个作用。我们把刚才复制的给它粘贴进来，那这里前面不要动哈，大家可以看到这前面不要动，还有后面这里呢也不要动哈，我们只需要去改中间就可以了。那从这里有2个符号的这里呢，我们不要动，我们把中间这里给它选中，然后点击一个 Ctrl 加 V 粘贴。OK， 奇迹发生了，大家看一下，现在它展示的就是一个中文，这个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就是这个关于我们模板里面它自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你公司的一些关键词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专业。这儿设置好了之后，我们记得点一下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面板给它隐藏起来，看一下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就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啊。这里看一下我们往下拉 OK 没有问题。那这里呢我们再检查一下笔记本电脑上面的一个效果这儿也没有问题。再看一下平板电脑的一个效果，那也没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手机，那也没有问题哈，字体大小也可以。 OK， 回到我们的电脑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对这个照片刚才我们没有替换照片不满意，选中之后这里呢可以选择替换一下这个图片，这里换一张。那它这里要一个1:1的图片大家准备一张1:1的，没有问题之后呢，点一个发布再确认点一下。有的人可能会替换这个图片我刚才看了一下没有大小合适的，比如说你要替换比如说我换成这一张，换了之后呢，图片分辨率这里呢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原图，原图的话看起来更高清一点。再点击这个样式，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图片的宽度，比如说一个90%，最大宽度的话它是100%。那么这里高度的话80%，这里最大宽度100%，这里高度的话，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最好是用一张竖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这里是一张竖的，可以设置个9:16的图片那我们可以来生成一张嘛。这里我直接让它还是让 GPT 给我一个办公女孩的一个场景描述。那它这里有点长我让它简洁明了一点。 OK， 简洁一点，复制一下，还是给它翻译成一个英文。那我还是用这个 Leonardo 来画图，再点击一个生成。这比例忘了改了，我需要的是一个9:16的，重新再生成一张。那这儿还可以换个模型生成一张看一下，这张就不错点击这个下载，我们点这个笔，点内容，选择传图片，选择刚才这个美女，把它上传进来。 OK， 那么这么看起来就完美多了，因为这儿它就是需要一张这样的一张竖的一个图片OK， 这里再点一个发布。 OK， 发布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笔记本端这个是平板端。再看一下手机端。 OK， 手机端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合适这里它的排版，这儿我们选中这中间6个点，点击这里一个高级设置，那我们这里来把这个类距给它改一下，把直线取消，这里给它改成一个150，那这后面的话都给它改成10。 OK， 可以看到这样看起来就比刚才要好多了。那么下面没有问题。 OK， 这里点一个发布。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在下面再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团队的一些照片。那么这里我们还是点这个添加元素，这里拖一个容器进来。那这次的话，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向下。那这儿我们选中这个容器，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我们来把类距给它改一下。这里比如说改成一个110，这儿改成10，改成100，后面也给它改成10。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的首页。那首页地址的话，我们就在上面就能看到首页 com， 到这里结束就是我们首页地址。我们在一个新窗口打开。 OK， 打开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里的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就不需要再重新做了。那么这我们点击一个使用 Elementor 打开。 OK， 这里找到这个呢，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笔，点一个鼠标的右键，点一个复制。接下来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点一个鼠标的右键，点一个粘贴。那这里粘贴进来了，我们还要把另外一个这个也给它复制过来，点这个笔，点一个右键，点复制。我们再到这边来，点一个右键，点一个粘贴。 OK， 那这2个我们就粘贴进来了。那么这里我们选中这个，在这个后面我们是谁改成我们的团队。下面呢，我们这里也需要去改一下。
那么在下面这个也改一下我们的团队的名称。OK， 这里改好了。那这里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点这个加号，点容器放到这个下面。这里的话我们选一个向右，间距的话改成30。我们这儿再点一个高级设置，我们把这个类距给它改一下，把值取消一下。这儿改成一个10，这里改成一个10，这改成一个30，这儿还改成一个10。那我们这里需要再拖入一个子容器进来，点这个加号，把这个容器拖到这个里面。OK， 这里类距的话把它改成0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我们再点这个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图像框 ，OK， 好，把它拖进来，放到这个中间。那么这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改这里标题改成我们的团队名称，比如说是李敏啊，他的职位是什么呢？产品经理。那么下面这里呢，标题的大小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 H4， 让它稍微小一点。再回到左边这个样式，图片的位置哈，我们选择一个上。这里对齐方式我们选择一个居中。那么图像的间距改成一个0，再点击这个图像，宽度的话改成一个100%，圆角改成一个10。那接下来再点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选择图像，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人员给它加进来，比如说这个美女，点一个选择。那接下来点这个样式，样式这个下面这里有个内容，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把文字的大小、颜色、描述、排版这些呢都可以给它改一下。这里一个描述，我们点这个排版，鼠标往下拉。字体大小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这个行高的话，我们这里把它改成一个 NM， 改成一个0.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复制2个。怎么复制呢？非常的简单，点这上面的这里左上角的结构 ，OK， 把上面这些我们都把它收回去。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图像框，点中之后呢，我们点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下面复制起来一个，我们再点这个，复制到此对象下。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复制出来了3个了。那这里复制好3个之后呢，我们点这边的一个布局，这儿方向我们选这个行水平。那这里如果说你不确定你的容器的话，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容器，点一个布局，这儿我们选这个行水平，让它并排。接下来我们就来改一下点第2个这里，先把图片给它改一下，再来把名字改一下，职位给它改一下，再来改一下这个，先改图片，名字改一下。OK， 这里就给它改好了。那我们这里就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笔记本的页面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看一下平板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手机端也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一个发布。那么下面这个区域呢，如果说你想还在这里加一个区块也不是不可以。这里呢，如果说你单独再来制作一个模块的话，板块那是稍微要花一点时间。那我这儿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这里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们呢，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啊。如果说你也正在学习做网站的话，那么你就来对了地方了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反复的观看，跟着我的步骤呢，你也会创建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那这里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可以看到我们的首页往下拉的话，这下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如果说我想在关于我的页面呢，直接插入这个区域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先把它直接保存下来，把这个模板给它保存下来啊。这个大家第一次听可能很新鲜，那怎么样保存呢？接下来呢，我再来教大家这个区域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啊。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儿每一个区域呢，它都有对应的，可以看到有6个点每一个模块都有哈，可以看一下这里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6个点，我们点击一下，点击它的鼠标的右键往下拉，这里有个另存为模板，我们点一下，这里模板名称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方便我们识别。比如说这个是顾客评价，OK， 点击一个保存。那这里呢，顾客的评价呢，这里就已经有了。这里我们先把它先关掉。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中间有个添加模板，这里客户评价，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个插入。那么这儿我们点击一个应用 ，OK，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那么下面这个模块就被添加进来了。我们返回到刚才我们保存这个的地方哈，或者说我们这下面再点一个添加模块，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有导入进来的有保存下来的，这后面有3个点比如说下一次我觉得
这个模块它挺好的，下一次我还想再重复的使用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导入出去，点击这里个3个点啊，要不就可以删除，要么可以给它导出。我们点这个导出，那导出呢，你把它，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呢，这个就是把这个 GS 文件直接下载下来。那下次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的一个上传，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按钮呢，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模块呢给它上传进来。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模板重复使用的一个方法。OK， 我先把这个结构给它关掉。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就已经制作好了。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点击一个发布哈，因为我们刚才添加了新的模板进来，还没有保存。发布，我这里点一个发布，时刻记得啊，一定要点这个发布哈，不然你这个下面就白搞了。OK， 这个页面做好之后，我们点击这3条线，退回到 WordPress 后台，这里有个 W 再点一下，它直接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了。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首页上面顶部栏还没有啊。这个页脚栏也还没有，我们要来制作我们的顶部栏啊，就是我们的导航栏。大家一定要跟上我的步骤哈，一步一步的，我们继续往下操作。那么你可以啊，每天来做一点哈。你这个网站的话，我们都可以分开来制作啊，不要想着一天把它做完。制作网站其实它算是一个细活，所以大家要慢工出细活。如果说你还在这个首页的话，你直接点这上面这个 W 啊，它就会带你回到一个后台。来到后台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Elementor KIT，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一个插件哈，我们点一下它。OK， 点进来之后呢，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啊，这里还是点击下一步啊，这儿还是点击下一步。这里呢我们点一个保存设置 ，OK， 这里点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这上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广告，我们可以把它关掉。那还有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它擦掉，那么这个呢我们也还是可以给它关掉。OK，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有个 header，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上面这个ABB 的这个按钮，点一下。那这里来输入我们这里输入一个名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制作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这里来输入一个标题啊，这里我就给它取一个顶部。那这里还是选择这个 header。那下面这里呢，我们就还是选它一个默认的。那么这里呢，我们把它打开，这下面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添加的一个顶部，那下面有个编辑按钮，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按钮，我选择从一个新窗口打开。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个使用这个 Elementor 打开，就点它就可以了。OK， 它会带我们来到一个编辑页面。到这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啊，这里可以添加模板。那找到我们这里啊，点击这个下载啊，点击一个上传，点击这里有个上传按钮，这里点了之后来到这里点我的模板，这上面有个上传模板，点选择模板。那这里找到我们下载的这个模板，这里找到这个 header， 双击一下啊，把它导入进来，这里勾选一下不再显示这个啊，点一个继续。那么这里它会自动跳出来，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添加进来了。那如果说你没有跳出来没有关系啊，你直接点中间这个添加模板啊，这里再选一个我的模板啊，这里这个 header 在这里，那么点一个插入。那么这儿呢，我先把这里面板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上面这样子的，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电话号码啊。这个就是一个顶部。那么这里这个模板的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打开来跟着一起操作。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这儿呢，这些地方啊，都可以点它来更改啊，可以改，把这个给它面板拿出来。这每个区域啊，你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笔都可以改。这里再放回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这一片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箭头指的这一片啊，它还很空。我们真正的菜单它会显示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会继续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导航栏给它加到我们的中间的这个位置来。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我们的后台回到我们的后台。所以建议大家到一个新窗口来，就按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往下按一下就可以这样它就会在一个新窗口打开就不会把你原来这个后台就点的没有了。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打开新窗口，因为我们后台随时随地都要用就没有必要把它关掉。回到后台之后呢，
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外观，外观再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菜单，点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取一个菜单的名称啊，这里我们叫一个主菜单，这里勾选一个标题，这里点一个创建菜单。OK， 这里我们刷新一下看。那么可以鼠标回到左边这个页面下面，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最近的，可以看到首页和一个关于我们这2个页面。那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看，我们的首页上面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首页的这个顶部的导航栏呢，一般它里面会包含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博客、什么产品服务之类的。那这里呢，我们再来建上几个页面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只有联系我们一个关于我们和首页，我们再来建几个页面。我们点这里左边，这里有个页面，这里有个新页面点一下它。刚才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接下来这里建一个联系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发布，再点一次发布 OK， 然后这个关掉，再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呢还需要几个页面，我们这里继续点一个新页面。你如果是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做网站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行业也好，你的这个产品也好，它需要有一些什么页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联系 AI， 或者说呢，你可以找一些相关的网站。我这里就随意给大家搜了一个网站我们就可以看到顶部它的一个菜单栏比如说起居室什么概述什么想法和灵感视频这个呢也是算它的一个菜单大概就是根据你做的行业不同，那么你的菜单栏呢就会有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我这里做的是科技公司我不知道有一些什么页面，这里我直接问 GPT 帮我的科技网站呢设计顶部导航栏设计5个主菜单名和3个子菜单名，那么它就有。首先这个首页大家都知道，关于我们也是有的还有个产品中心还有个解决方案，新闻与动态。这个新闻动态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博客，你可以直接问 GPT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什么合作伙伴联系我们都可以。比如说这里呢，我就再来写一个产品中心点击一个发布，再点这个 W 回到后台，继续添加一个页面。那么你可以多点2个页面出来这个页面呢，比如说它就叫做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这里叫做一个售后服务，我可以点一个发布。那这里再次回到我们的后台，这儿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几个页面了。有产品中心、关于我们、售后服务、联系我们、解决方案、首页，这儿再添加一个博客，点击一个发布 OK， 这里就可以直接关了这些。那我们这里页面就创建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再点这里一个外观，点这个菜单，那么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页面下面就出现了这么多，我们刚才所有建的页面呢，它就全部都在这个左边这一个小框里面。这些页面我们直接点这个查看所有，我们把这些呢给它全部加进来，勾选之后呢，把它添加至这里，点这儿添加至菜单OK， 这里呢它就在这个主菜单的页面。接下来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首页刷新一下看，那这里呢我们的这个菜单呢就创建好了。那这个呢它是我们的1级菜单，那么这里添加到这里之后，记得一定要点下面一个保存菜单 OK。 接下来我们要再创建一个，添加一个我们的2级菜单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服装一样，那我们服装里面分什么呢？衣服、裤子，我们就会出现1级菜单、2级菜单。比如说我们的女装有裙子、有套装它就女装它是它的1级菜单，那么里面的套装或者连衣裙呢就是它的一个2级菜单。那有的甚至还会创建一个3级菜单这些大家呢可能都见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去新建一个页面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下面作为一个2级菜单。比如说这个解决方案，我就直接让它帮我的主菜单解决方案下面创建2个2级菜单，让它帮我创建2个2级菜单。比如说这个定制化服务，那么我这里就要去新建一个页面回到这里
这儿点一个新页面。那么这里呢，我的这个页面名字就叫一个定制化服务哈，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了之后把它关掉哈。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 ，OK， 这里定制化服务就出来了。我们把它勾选一下，添加至菜单，刷新一下啊。刚才它这个地方显示的不对，把这个勾选一下定制化服务，添加至菜单。OK， 添加好之后呢，可以看到定制化在这里。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添加至一个2级菜单哈？这里呢，我们鼠标左键直接按住，把它往上拖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就把它往它的解决方案的对下来的往它的右边放一点点击一个放。那这个呢，就代表它是它的一个2级菜单，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子项目。如果说你是这样子放，跟它对平了，那么它就是一个主菜单它是一个2级菜单。我们往后放一点 ，OK， 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记得一定要保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又要回到刚才我们添加模板的 Elementor 的这个编辑页面哈。这个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掉？如果说你不小心关掉了哈，在哪里找呢？回到后台，在页面这里点击这个页面，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首页，首页下面有个编辑按钮，你点一下，不是首页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Elementor KET 的点一下，刚才那个是错误的哈。我再重申一遍在哪里找哈？我们回到后台，如果说你不小心把刚才我们的顶部导航栏的这个 Elementor 编辑的这个页面关掉了，我们就回到后台找到这个 Elementor KIT 栏目这里呢点一下，这里会出现一个 header 我们就点这个，点了这个之后呢，你就会进入这里有个顶部，下面有个编辑或者说直接点这个后面的这个 Elementor 编辑，那么它也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OK， 那么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来接着编辑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菜单栏已经给它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它呈现在这个菜单栏这个位置。我们先点一下这个菜单栏 ，OK， 可以点一下这里这里中间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区域我们就点这旁边这里有个笔，点一下，点完之后就可以回到这边的内容。内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给大家翻译一下。第一个这里呢就是选择菜单，我们点这个后面有个倒三角，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没有，我们就在这儿先点一个发布吧，先给它保存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点一个刷新键，可能是我们刚才已经添加进来了，它没有更新。OK， 我们再来点一下这里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菜单栏中间这鼠标看一下这中间这条长长的就是我们的导航栏，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再来看一下 OK， 这里有个主菜单了，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出来了首页关于我们这些就全部出来了。这里我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导航栏就已经有了这个呢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定制化服务，这个是它的一个2级菜单所以说这里大家2级菜单呢就把它往后拉一格它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子菜单。如果说你和它对平，它就是我们的主菜单它显示出来的样子子菜单是在它的下面，主菜单呢它就会显示在这个上面。里面呢这些功能呢我们都可以改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号码呢也能改，这个图标也可以改，这里也可以改。比如说这里的号码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点这里点选中它，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支笔，点一下。那这里一个电话号码这儿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021，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呢把这个改好就行。那下面这个英文呢也可以改，这里呢可以比如说我这里就改成一个小鱼儿可以看到改好之后这边你就能看到小鱼儿点 com 你可以根据你的网站来改这个网址。那这个图片呢可以看到也可以改的你可以点这里选择图像，你可以上传你的图像都是可以的。那这里呢我就这样子，这里呢看到这里有一个文字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这里我们点一下上面这个笔，那这里呢我就把它改成一个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这里呢我们刚才有制作过一个联系我们，我们把这个输入一下联系我们，这下面就有联系我们，点一下
点好这个链接就进来了哈。这里我们点一下后面的这个设置，那这里我们点一个在新窗口打开，点好之后再点这个键把它放回去。当有人来点这个联系我们的时候呢，它会直接跳转到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圆圈搜索哈，点一下，这里一个搜索的，这里有个图标哈，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更改它。这边还有一个 logo 我们可以改一下哈，这个 logo 我们点这个笔。那这儿呢，小鱼儿之前的网站搭建里面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去设置自己的这个 logo 哈，今天我再来教一下大家。我们打开这个开瓦，那这里相关的这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哈，大家可以打开描述栏找到，跟着一起操作。那么这个开瓦呢，它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设计工具，专门可以来设计一些封面图啊或者 logo 之类的。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进来的话，点击这上面左上，点击右上角这里呢，用你的谷歌邮箱呢登录一下。那么注册链接哈，登录链接呢在下面描述栏，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创建设置，我们点击左上角的一个首页，再点这个创建设计。这里我们需要制定大小一个，就要制定一个宽高比哈。这里比如说我们把尺寸设置一下，比如说这个宽度的话我们设置成856，高度设置成214，点这里一个创建新设计。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logo 的一个长度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复制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 logo。那这里找到我的这个网站，这上面啊是我的小鱼儿。OK， 这里点一个 Ctrl 加 C， 这里 Ctrl 加 V， 那这里我就直接把它放大，把这个点儿给它去掉。OK， 这里字呢我们把它拉大，刚好把我们的这个框给它填满，刚好把这个框填满。那这里呢，我把这两个颜色，这部分的颜色呢，我用绿色来显示啊。大家知道我们的网站呢是以这个绿色为主的啊。这里我会用到一个工具哈，它的名字叫 COLOR， 那它是一个取色器哈，大家可以安装这个。我这里点一下它，让它来取一下这个绿色。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色号已经复制了。我回到这里。我把这里给它选中，点这上面的有一个颜色啊，这里有个文字颜色，点这个添加颜色，我把这个色号这里可以看到，把它 Ctrl 加 V 复制下来。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变成绿色了。那它会自动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下来啊，所以我们粘贴就可以了。后面是黑色，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我们网站这里是黑色的背景。那这儿呢，我们也把它添加成一个黑色的背景。怎么添加背景？那我们选中后面背景这里，点这里背景颜色，我们选一个黑色。OK， 可以看到，但是现在后面的小鱼儿两个字看不见了。那我们把这两个字给它复制一下。那这里我们再来点文字颜色，这个呢我们就用一个白色显示。OK， 可以看到现在就出来了。那这样呢，我们的一个 logo 图就做好了。点击这个，那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分享，点击一个下载，这儿选一个 GPG， 点下载。OK，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编辑页面。那这里有一个选择图片，我们点一下。那这里点一个上传文件，点选择文件。那这里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OK， 这里已经点了，我们点这个选择。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logo 就已经改变了哈，这个颜色还是非常的显眼。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 logo 已经好了，这后面啊，这里电话号码我们也改好了，这儿也改好了，点了它就会跳到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这里如果是有的呢，你这里背景啊可以下载到有黑色的背景，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一些去背景的 APP 啊，把背景给它去掉。那么这里同样啊，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 logo 上传好之后呢，这里呢还可以添加一个链接，比如说你想把你的 logo 连接到你想连接的啊，比如说你的主页啊，你可以连接到你主页的一个网址啊，这里打开我的这个网站，我这儿复制一下，把我主页的网址给它粘贴到这里。那当有人点到这个 logo 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主页。那这下面同样啊，这里呢点击这后面的一个设置按钮，我们点击一下，选择在新窗口打开。那这里就算是设置完了，我们把这里面板隐藏起来看一下。那这里我们上面的一个
顶部栏呢就已经设置好了，它有我们的一个 logo， 还有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啊，有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那么这里联系方式呢，你也可以改成你的微信号。这里有个搜索按钮，那后面呢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的底色啊，也为了搭配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这儿我们点出面板，点一下这个，我们点一下样式，点了样式，这里文本颜色，这里背景类型。那么这里文本颜色下面这里有个颜色哈，我们就点这个默认的，我们直接选我们之前我们直接选这里的颜色，选一个默认我们之前有设置好的，这里点一个这个绿色 ，OK， 这里让它的底色变成绿色，点击一下这是右上角的一个发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顶部的色彩的话，显示的效果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回到我们的主页点击这里一个刷新键，鼠标往下拉。现在我们要设置我们的一个底部栏，那么还是点击上面这个3条线，点一个退回到 WordPress。这个时候又回到了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如果说这个仪表盘它比较乱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先把它先关闭把这些垃圾给它先删除。我们再点击这边这个 Elementor KET，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 Header FOOTER， 点这个按钮，先给它关掉。那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增加一个新的，点一下。那么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底部，这里选一个 FOOTER， 这里一样还是给它激活，激活之后点这个保存。那么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底部，还是点击这个编辑按钮。那我们点击这个编辑内容，它会跳转到这个后台。那这里呢，我们还是点击这里一个添加模板，点一个我的模板，点一个这里一个上传模板，点一个选择文件，找到我们的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如果大家已经下载下来了就直接这里点击加号，把它选择上传进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的话，大家可以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去找到一个下载链接大家可以先下载到电脑上面再把它加进来这一次我们就点这个 Footer， 点一下双击 OK，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 Footer 已经加进来了，我们这里点一个插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底部栏。接下来我们要更改的了，我们还需要更改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一个 logo 可以看一下这个 logo， 这里还是它这个里面的 logo 这个 logo 我们是需要改。那么关于我们的一些文字呢，我们也是需要更改的。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写的，这里呢我们先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我们的 logo 先替换，点这个加号，点这个选择图像，点这个图片，点一个选择 OK。 接下来这个关于我们的文本，那这个文本怎么写呢？完全不需要你动脑所以呢这里又体现出了我们 GPT 现在又用上了。这里输入一个关于我们的文案写一下，点这个，那可以看到真的这个 GPT 它真的非常的牛它是有记忆的它都知道我这个是创联科技公司，从头到尾它都会围绕这个来帮我回答我需要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复制一段就可以。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我们回到左侧栏，直接在这里来复制一下。如果说觉得它太长的话，我们把它再删除一段 OK， 就这样就可以那接下来这里呢同样点这个笔，这里呢可以改成你的一个邮箱号。那这个位置呢点这个笔呢，这里呢可以改成你的一个地址你来自哪个地方。这里的地址呢可以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我这里就随便输入一个上海的地址。这里电话号码还是点后面这个笔其实这个只要我们把这个模板导入进来之后，每一个环节更改都很简单。看一下这里的号码，比如说可以改，你先点一下比如我们这里点完之后呢，这边是这样子的，它没法改，我们再点一下，点好之后这下面就可以改了，比如说021-3588888 OK 这里就改好了。当然你还可以在这个下面放上一个链接看一下下面有个链接。这边呢这里可以改一下，这上面我们把标题先改一下，点这个笔，比如说这个呢改成一个常用链接，下面这里点一下这个笔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这里链接可以加进来输入一个，那这里面有关于我们的一个链接这里后面点一下这个设置按钮，在新窗口打开，点
下一个，同样这个文本改一下，我们的产品啊，如果说有的话，你可以把链接加进来。再下一个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团队啊，可以加上你的一个链接哈。再往下一个呢，改一下，比如说联系我们 ，OK， 这里就改好了。那么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下面也是可以把链接加进来啊，联系我们，找到这个链接给它加进来。这后面要设置一下，一定要在新窗口打开。那这边呢，我们也来把它改一下，点这个笔，标题先改一下。这儿我改成一个定制化，那这边也先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邮件订阅。那这里面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去改。这里呢，这个邮件订阅啊，点这个笔，里面的内容它是英文，我们不要紧，我们复制，把它剪切一下，到这里来把它翻译一下，给它翻译成中文。点这里啊。可以看到我这使用的是一个谷歌翻译哈，英文不好的朋友们，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用的这个翻译哈，建议大家呢可以这里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呢，把它保存起来，把它收藏起来哈。看到这里有个收藏按钮，我们这里点一个复制，直接把它粘贴到里面。OK， 这里呢可以点这个笔改成一个，在这个下面可以看到 email， 这里改成一个你常用邮箱。大家都知道，在国外的话，邮电营销哈是非常火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首页一定是会出现啊，让客户啊留下他的一个邮箱。那么这个邮电营销的话，它就会给我们的卖家来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之前小鱼儿也出过一期啊，如何使用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啊，这一期视频呢给大家讲过。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先把它收藏起来啊，有时间再慢慢去看。那这里一个你常用邮箱，就把它改好了。这些改好之后，下面呢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版权所有哈，点这个笔。那你这里可以根据你的网站呢来更改哈一个版权，比如说我这里呢找到我的网站首页，我把这个复制一下，给它粘贴到这里。OK， 这里改好之后，在后面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点这个笔同样可以改。那这里第一个是 Facebook 啊，第二个啊可以看到还有 Instagram 啊，这里你可以新增项目，点这个新增。比如说图标库，这里先选一个图标。我找一下有没有 YouTuber 哈，这里有的，点这个图标，把它插入进来，这里把链接给它加进来，比如说把我们这个网站的链接给它加进来，点回来把链接添加进来，这里还是设置一下哈，从新窗口打开。那这里颜色可以看到啊，它有官方颜色、自定义颜色啊，可以看到这里就加进来了。OK，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让它排在前面的话，那么我们这里鼠标左键按住，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拉。可以看到现在把 YouTuber 呢给它排在了第一个啊。这里 Facebook 一样，点开之后，这里可以把你的 Facebook 的链接呢给它放进来啊。这个 Instagram 如果说你有这些社交媒体账号，都可以把链接给它加进来。OK， 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好之后，我们还是点这个3条横线，点这里一个退回到 WordPress。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点击这里一个房子一样，下面有个查看站点。那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顶部和底部栏还没有出现。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顶部还有底部应用到我们的首页。那该怎么做呢？非常的简单，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页面，我们点下面这个所有页面。那这个下面这个首页是我们设计好的，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个时候它又会来到一个设计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顶部的这里有一个页面设置点一下，左边鼠标往下拉，到底这里有一个页面布局，这儿我们之前是用的 Elementor 画布，点这里一个倒三角，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 Elementor 全宽，我们就选它。OK， 可以看到它正在刷新哈，可以看到整个上面的首页，还有我们下面的。按照我们的顶部有了，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隐藏起来，刷新一下。
刚才看了只有我们的顶部栏哈，没有看到我们的底部栏。我们重新从后台点过去，点这个查看站点，我们来刷新，再刷新看一下啊，右左上角这里有个刷新键。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导航栏是已经有了，看一下我们的底部栏 ，OK， 底部栏也已经有了啊，因为刚才没有更新。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点这上面一个关于我们，点一下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跳转到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看一下。那么你可以看到，关于我们的顶部这里还是不是很舒服哈，这里这个字幕啊，这个字呢都和这个后面的导航栏有点重叠起来了。那这里我们也要编辑一下啊。这时候我们回到后台，后台这里有个页面，我们点击一个所有页面，找到这个关于我们还是点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这里选择在新窗口打开。那这里这个关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也需要来把它设置一下。这里还是找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页面设置，点一下，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页面布局啊，这里有个页面布局，我们点这个倒三角，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选好之后 ，OK， 现在可以看到啊，上面这里就这个我们的字体呢就没有重叠在一起了，点一个发布，我们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没有问题了。那其他的所有的页面呢，都要像我们刚才一样这样来设置一下啊，都需要点击中间的这个页面设置，再往下拉这个页面布局，这里全部给它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那么这个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比如说这个区域呢，我们觉得它这个区域非常的不错，我想把它移到我的首页去，那怎么移动呢？这里不需要再单独去设置。这里呢，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区域啊，或者说点在上面的这个结构，找到这个区域。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先把这个眼睛关掉。OK， 这个地方没有了，眼睛打开，那么就这个区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整个区域给它移动到我们的首页都可以。那我们这里点击这上面，这里有6个点，看一下这里6个点，点我们的鼠标右键，那么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另存为模板，我们点一下。这儿输入一个模板名称，比如说输入一个关于我们区域 ，OK， 就给它起一个名儿，等会儿我们好查找，点一个保存。那这里可以看到关于我们区域已经添加进来了，点这个擦掉，给它关掉。那么这个时候这边我们保存好之后呢，接下来回到我们一个首页，那这里可以看到回到我们后台，这里有一个首页 Elementor 首页，这里我们点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再我们点一个首页，我们点这个呢，把它隐藏起来，鼠标往下拉，还是需要把这个给它点出来。点出来之后呢，这个是我们的首页，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首页，往下拉，这里有个添加模块，点一下，点我的模板，那么这里就找到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区域，这里有个插入，点击一下，点应用 ，OK， 我们鼠标往下拉看一下。那么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就添加进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右上角，这里有个结构，点一下它就出来了，在这里。那我们这里选中看一下现在是哪一个区域，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那比如说我想让它出现在这个上面啊，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挪动它往上拉啊，这里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右边啊，我们点到一个空白的地方，我们给它往上拉 ，OK， 拉到这里，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个调整。看一下，我们就把它往上挪了。你可以直接拖动啊，可以看到上下都是可以改的。接下来呢，我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这里我们还是要点击上面的，点击一个发布。那么这个首页的布局我们也需要改一下，我们点在上面的这个页面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一个页面布局，点一个 Elementor 全宽 ，OK， 这里把这个隐藏一下。设置好之后，我们还是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再回到这个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的首页，刚才我们添加进来的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还有我们的一个底部栏，整个网站的话看起来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非常的专业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联系我们，还有一些解决方案这些。这里点击这个左边的 W， 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页面，再点一个所有页面，点击我们的售后服务，再我们点一个编辑。那这里还是点这个上面的使用 Elementor。那这个售后服务，我们刚才只是把这个页面做出来，但是里面的内容
我们只是写了一个标题，内容我们还没有来制作。首先我们要来改一下这个设置，还是点中间这里一个页面设置，页面布局这里我们点 Elementor 全宽。那这样看起来啊，其实整个页面就正常多了。刚才这些字都重叠到一起去了，可以看到我们的上面的顶部栏是有了，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设计。那么这里呢，同样我们刚才制作好的有一个关于我们页面啊，我们可以把关于我们页面里面的那些区域内容呢，直接给复制过来，不需要从头设计。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啊，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点一个这个关于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同样我们点这个上面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里是我重新打开的页面哈，你千万不要在刚才那个页面哈，不然我们等会儿没法改。OK， 比如说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给复制过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一个6个点，点一下这里，也可以点这个结构。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找到这个区域啊，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这边结构这里找到啊，就这个整个区域我们把它复制一下，我们点这个6个点，点右边的按钮，点我们的鼠标的右键哈，这里有一个复制，我们点一个复制，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我们刚才是这个页面，我们这里再点一个右键，点一个粘贴 ，OK， 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就复制过来了。这里呢，我们把这儿改一下就行了，点这个笔，把这里可以改成一个售后服务。售后服务啊，这里是我们的首页，这里我们也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个，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售后服务。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显示的是一个绿色啊，鼠标点在上面它是绿色就对了，不对的话大家可以改一下，因为我们整体网站呢就是一个用绿色为主。OK， 接下来呢，我们点这里一个添加元素，点我们这儿下面再添加一个容器，鼠标点一下双击，我们这里给它改成一个售后服务。那么这里改好啊，回到我们左边这里布局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间距给它改成一个0，鼠标往上拉，这里一个高级设置我们点一下，我们来改一下它的类距，我们把这个值先取消，比如说这里上的话，这里是180，再来个10，这个里面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点加号，点容器，放到这个中间。那这里宽度哈，就选一个全宽度。那这个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5%。这下面箭头的话，我们向下啊，向下垂直。这里点这个加号，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拖到这个里面。OK， 点击这个样式，样式在下面有个边框，点开。这我们选一个边框类型，选一个实线。那么这边框只取消一下，我们把这个右改成一个1。边框的颜色我们改一下啊，点这个后面的这个斜杠，这我们还是给它点这个，我们点这个默认的。我们之前有添加一个透明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保存？如果没有保存的话，直接在这个后面色号这里输入一个6个 F 加个33，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了，大概就可以了。这里如果说没有保存啊，你就点这个上面给它保存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加号啊，创建全局的颜色啊，保存一下，后面可以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保存好的这些颜色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这里呢，点加号，我们再拖入一个文本进来，放到这个中间。这里用鼠标回到左边，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服务列表。下面标签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H4， 再点这个高级。高级这里这个布局呢？布局这里我们把这个后面把这个把我们的外距来设置一下，把后面的值先取消。那我们就改个下，给它改成一个8。那鼠标再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边框，边框类型呢给它改成一个实线。边框的宽度哈，这里把值取消，这个下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那这里后面这个值一定要取消，你不取消它就同时这里4个数字都会变。那么边框的颜色我们还是点刚才的我们的透明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把这个隐藏起来，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这种就叫一个实线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实线。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加号，拖入一个按钮进来，点一下啊，放到它的一个下面。这个按钮的话，这里点这里点这个笔，我们到这边文本来改一下。这里我们比如说改成一个技术支持与咨询。接下来点这个样式，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排版啊，这里排版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字号的话，我们给它字号改成一个18。行高的话，这里我们把这个 px 改成 nm， 这里行高我们设成1。我们点一下这个笔，给它收起来。
这里背景颜色我们把它改一下，点击这里一个经典，点下面这个颜色，这里我们把这下面这个黑色的给它拉到底。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看不见了。那我们再点这个颜色给它收回去。我们这里是把它改成一个透明的。接下来我们改一下文本的颜色，然后点这个默认的，直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OK， 这样就能够看得清了。这里边框类型要改一下，边框类型改成一个实线。边框的宽度的话，把在后面取消，把下给它设置成1，再往下拉。边框颜色我们点一下，一样把它改成一个透明的。这里点下面这个黑色拉到最左边，点这里把它收回去。边框的圆角我们给它改成一个0，那这里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把后面的值取消，它就整个全部就自动填上2。先给它改成0，我们把值给取消掉，我们就改这里改成一个2就可以了。鼠标往上来一点，这里有个悬停点一下。这个悬停就是当我们把鼠标放到上面的时候，它可以更改一个颜色，比如说改成一个绿色。那这里文字颜色，这我们点这儿选一个我们的一个绿色。边框颜色这里我们也给它改成一个绿色。我们鼠标拿上来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我们鼠标拿上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外面的这个虚线，非常的有设计感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复制几个，复制3个，点这个笔旁边有个复制，继续再点一个复制，笔的旁边有个复制，再点 OK。 这里接下来我们每个去把它改一下选内容。第2个比如说我们产品的第3个第5个，那这是我们的服务列表，售后服务，比如说产品维修在线帮助全球物流，退换货服务，定期产品维修已升级。那这里我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几个服务，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点这个加号，再点个容器放在它的一个下面。那这里我们设置一下方向，这里点击一个行水平，这里主轴居中，副轴也居中，再点击这个高级设置。那点高级设置，这里我们把值取消掉，这个居上55，类居的话我们也把值取消掉，这个居上100。 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点这个样式，那这个下我们要改一下，也要改成个100。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有3个长方形。再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边框，边框圆角，边框圆角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5。再点这个加号，这儿我们拖入一个按钮进来，放到它的中间。我们点击这上面这里有个正方形，点一下。这个背景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背景，有个背景类型，我们点这个经典。 OK， 这里它需要上传一张图片，我们就点这个选择图片，这儿找一张我们团队的一个照片，点一个选择。那么这里图我们选原图定位我们选中心居中，这里重复我们选不重复，这里尺寸选覆盖。那么这个按钮的颜色我们要把它改一下要改成我们网站的统一颜色，就是这个绿色调。我们点这个样式，先点找到这个中间这个点这个笔，然后再找到这个样式。那么这里按钮的颜色我们要把它改成绿色你可以单一的在这里来改，但是呢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个设置。我鼠标点击这上面的这个站点设置，那么这里有个按钮，按钮这里有个颜色，在我们点这个默认，把它选成一个绿色。 OK， 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一个绿色的。这里我们把它设置好了之后呢，下次如果说有按钮我们就不用单独的去改。设置好我们点这个叉给它关掉，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记得一定要再点一下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要在这里呢再加上一个图片这儿呢大家直接从这边添加元素这里拖入一个图片过来拖到这个下面就可以。我这里已经拖过来了。拖过来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图片，这里呢有一个选择图片，这里你可以上传一张你公司好看的图片。那么这儿我还没有图片，我就直接让 GPT 帮我生成一张你的 GPT 呢一定要 GPT 4.0的功能它才可以生成图片大家没升级可以去把你的升级一下这里我输入一个，帮我生成一张关于公司的图片，比例16:9。OK， 发送给他。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它生成出来的哈，我觉得这张还可以啊，高科技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科技公司。这旁边有一个下载按钮，点一下 ，OK， 下载到我的电脑上面了，我把它复制过来。接下来打开这个页面，点击上传文件，选择文件，这张图片啊，我把它点进来 ，OK， 这里点一个选择，那可以看到这里图片就上传进来了。上传进来了，在下面呢，我们再点这个加号，在这里呢。添加一个文本编辑器，拖过来啊，放到这个下面图片的下面。那这儿呢，我们可以输入上一段文字。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明一下，说我们上面不是说了，我们这个是个售后服务啊，跟我们售后服务相关的一个简单介绍。还是找 GPT 给我写一段关于售后服务的，给我写一段关于售后服务的相关介绍 ，OK， 发送。这里我们短一点啊，中间复制一段，把它点一下这个文本框，我们把它输到这边，这里已经有了就可以了。这里我们选中这里点一个高级，我们改一下这个外句，外句再把值取消，这里下我们改成一个-5，这里把它稍微的往下一点，这里我们是让它往上收了一点啊，因为它离下面有点远。把它收上去一点，那这里我们再点我们添加元素，我们再拖入一个标题进来啊，放到这里下面这里。那这里写什么呢？鼠标回到左边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常见问题呀、相关问题，或者说有问题，我们为您解答。那这里就把它输入进来了。或者说你可以改成一个常见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哈。那大家都知道啊，你不管做什么网站啊，或者说你做什么产品也好，或者说你做一些什么设计啊之类的，它都会遇到一些售后问题。这个区域呢，它是必须要有的。那这里文字在下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 H3，稍微小一点。这里再点一个高级。外句的话，我们把值给它取消。外句离下面的话，这里我们给它输入一个，向下的话我们输入一个5。这里上呢稍微宽一点啊，这个向下。那这里如果说你不设的话，它会离我们的下面的内容呢会非常的近，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把这个向下给它调整一下。这里再点这个加号，那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把键盘上的5笔呢给它切换成一个英语，输一个 ACC， 这里就出来了 JKET 啊，这个 ACC 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解答问题的下面，那你要放上面，它就会在上面出现一个粉色的线啊；放下面，它就会在下面出现一个粉色的线。看一下啊，这个线在上面，所以说你放的时候放哪个位置你就点哪里。OK， 这里它就出来了。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在里面输入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一些解答。我先把这个结构先给它关掉，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打开，这里面啊上面是问题，下面是解答啊，这里每一个都有。啊，有问题有解答啊，这个非常的方便。看一下这里呢，我们要来给它进行一个设计啊，这个整个区域的话，我们都需要把它设计一下。这儿我们先来改一下里面的内容哈，比如说这里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生成啊，这里直接输入常见问题，帮我写4个，并进行回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 ，OK， 就这样，点一个，这里点一个啊，箭头符号，这个是发送的意思。OK， 可以看到啊 ，GPT 它真的非常的专业，你看啊，问题答都有啊。这里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产品保修期，我们先点这个，点完这个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点第一个，那这里呢就是一个标题，可以看到，我们就直接改这里，这里面是。一个回答的问题，我们粘贴一下，把我们的答案粘贴到这个里面。接下来我们点第二个，先改标题。第二个问题，如何申请产品维修和更换服务？这些呢都是我们科技网站公司它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我们的答案。好，第三个如果产品不满意可以退货吗？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啊。OK， 如果说你还有问题，可以看到这下面呢还有个新增项目，点一下。那这里是标题，比如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复制一下，标题写这里，
答案写这里。那可以看到，原本它这里只有3个，我现在添加了一个问题进来哈。那么这里标题和解决方案都有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计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笔，点这个样式。首先一个样式这里啊，这里有一个 WRA， 这里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值给它取消。这里向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啊，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它是没有线条的，可以看到啊，这里输入一个15 ，OK， 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有空白的，中间是有间距的，这个中间它就会隔开。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点这里把它收起来。那我们再点这个文本，这里我们点这里有一个，我再给大家翻译一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电脑上面一定要下载一个这种翻译软件哈，不然有的英语我们不认识就会很麻烦。那么这里 TYP 就是一个文字的一个排版，点这里，那字体大小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5啊，小一点。再往下行高的话可以改成一个30，这样稍微给它分开一点。好了，之后我们点这个笔把它收回去。这里一个 OPEN 和 CLO， 还有一个在后面这个就是悬停，就是对应的一个打开关闭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可以点一下鼠标放到这个上面，它这下面就有打开。那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首先我们先设置这个 OPEN 这里呢，那这里一个颜色我们点后面这里，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字体的颜色，我们点这里，还点这个默认，我们给它变成白色，点这个白色。那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点倒三角，它变成了一个白色。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打开看一下，那这儿它就变成了一个白色，可以看到这里变成了白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置一下这个背景类型，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下面这个颜色点一下，这里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拉过去，拉到一个透明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点这里 OK，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就一个白色的字体和黑色的一个背景，非常的显眼了。那么这里我们再接着往下拉，边框类型，这里边框类型点一下，选一个实线。边框宽度这里我们把值给它取消，这里下改一下，这个下呢给它改成1。边框颜色这里我们点这个设置好的，给它改成这个透明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开这个，那可以看到现在展示就是这样子展示的，下面有一条实线啊，可以看到是一条灰色的线啊，这里。那在这儿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OPEN 这里一个颜色的话，这个颜色呢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绿色哈，点这里，我们之前有设置好的，选一个绿色。那我们再看一下，点击打开 OK， 这里它就变成了一个绿色。接下来我们设置下一个，这个 CLOSE， 我们把这个，那么我们来设置一下颜色，那这里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白色。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下一个啊，这个 CLOSE， 那这里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白色。那么这个背景类型呢，我们这里点一下啊，点这个默认，还是给它设置成一个透明灰。 OK， 那现在我们的字体就出来了。上面这个颜色我们是给它选成一个白色。接着往下，我们这里边框类型我们选成一个实线。那么边框的宽度，边框宽度给它改成1。边框颜色，我们这里点一下，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透明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上下呢它都是有一个实线啊。接下来我们再设置一下这个描述，那我们来改一下它的一个上，给它改成15，我把这个值取消一下，那么上15下15就可以了。那这个标题里面点开看一下，它也有这个标题往下拉，这里面也有哈，往下拉这里我们要把它改一下，把值取消，下改成个15就可以了，让这里稍微宽一点。那么这个区域的话就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这里我们把这个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把它收缩起来啊，有问题我们为你解答，可以看到啊，这里点开这里面就有一些疑难解答，就在这个下面啊。OK， 把这个点出来啊，我们接下来再来拉一个，点这个容器，把它放到它的下面。这里我们点一个高级设置，把类距啊就全部给它写成一个0就可以了。这里再来拖一个文本，点这个加号啊，这里添一个文本进来，放到这个中间。OK， 中间这里我们写上一个标题，这儿比如说写上我们的
优势。我们这个科技网站的话，它有些什么优势可以写到这个地方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复制上面这个啊，把样式给它复制下来，点旁边有一个复制，这里选中可以点一个复制样式，点一个粘贴样式。OK， 把这里样式给它粘贴好了。这儿我们再来改，给它改成一个 H3， 字小一点。OK， 再来点这个高级设置，这个外距的话，我们把值给它取消，向下的话给它改成一个10，把值先改成0啊。这个值不取消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统一一起改成10啊。下面给它留出一点位置出来，再点加号，我们再加入一个容器进来。去洗头洗澡了，快点，马上离开啊！等会儿搞半天，快去。那么这里箭头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右箭头，再点这个高级。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类距，类距这里我们把值取消，取消了下的话，给它改成一个45。这儿我们再点一个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图标，那我们把这个图标列表给它拖进来，拖到这个里面。OK， 这里列表就出现了。那么这里我们点一下，这边有3个，我们不需要，留下1个就可以了。点一下这个列表，列表的标题，比如说写5个我们的优势。OK， 点一个复制，这里改到文本啊，可以看，把它写在文本下面。图标这里可以改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图标库，这里面非常多，这里面你可以随便选一个，选好之后点这个插入。OK， 这个图标就换了。我们再点这个样式，这里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点一个图标，图标这里14的话，这个尺寸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0。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颜色我们还是点这个默认，我们改成一个绿色。文本点一下下面这里，文本我们可以改一下啊，点这里的一个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18啊，一般18就差不多。颜色的话，点这里笔放回去，颜色啊，还是点这个默认，给它改成一个白色。好，这里就显示成一个白色了啊。图标是绿色的，可以看到。再点击这个高级设置，宽度的话，我们改成一个自定义。那这里给它改成一个50%，设置一下，大概它就是这个宽度。再点这个笔啊，鼠标回到这个中间，点这个笔，我们给它复制一个。刚才30啊，可以刚才我设置的是一个50%啊，这里太长了，我把它改成一个20%或者30%，20就可以。那我这个给它点一个删除键，重新来点这个后面有个复制这个笔啊，点开第2个，这个就是一个复制，再复制一个，再复制一个。OK， 我这里复制了4个出来，就差不多哈。那么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这个结构，把这里点开可以看到我这里4个图标。那么我们选中这一个装这4个图标的这个容器，点这个容器。OK， 我们点一个布局，那这里方向我们选择一个向下啊，这样子显示就可以了，直接变成竖排了。那么这个内容哈，你可以来改啊，每一个笔这里哈，刚才有叫他帮我写5个优势，点一下这里文本到这里来改。这里先点这个笔哈，再点左边这里一个项目，这里点一下，再过来改，这下面全部给它改掉哈，点一下，再改。图标也可以啊，点这个图标库，非常的多啊，这个里面的图标可以看到这些图标你都可以改啊，你觉得它不好看你就改，点这个图标库，任意选一个都可以，点插入，我给它改的不一样，点图标库。如果说你知道的话，你可以搜索哈，比如说像这种就是一个分享按钮。可以搜索相关的一些图标哦，我这里是因为是演示我就点的非常的随意的点了。OK， 看一下这里就写好了。这个其实你也可以写的长一点哈，比如说像我刚才这里是让它每一个优势用1句话表示，点击一个发送。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每一个都是1句话。那这里我们复制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那我们点了第一个，点这个笔，点内容啊。点这里我们来改一下啊，可以看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它这样显示不好看怎么办呢？那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那可以看到这里自定义的宽度，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50啊，这样就可以了，它整个就显示出来了啊。你可以试一下啊，改成70也是可以的，或者40啊，它还会可以看到这里还会转行啊，60
60啊都可以，或者70，长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哈。比如说第二个，我们再来改一下，粘贴进来啊，这个就每一个都要来改一下啊。这里把它20改成70，第三个也是一样，点一下，把这个改一下啊。每一个改好之后，先添加进来，再来点这个高级设置，再把这里给它改成一个70%啊，这样就这样子显示了，这样显示也是非常不错的。先点一下这里，点这边，再粘贴一下，再点这个高级设置，把这个自定义宽度给它改成70%。OK， 那就是这样子显示的了。那么这里呢就设置的差不多，我们把这个隐藏面板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服务列表。那这里呢，我们这里一个答疑解惑啊，这里是我们的优势。那么这里把面板点出来，我们接着下面再接着往下设置。同样我们再点这里添加元素，再拉一个新的容器过来，放在它的下面哈，下面出现了就放手 ，OK 就添加到这里了。那这个箭头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右箭头，主轴我们给它点成一个居中，选择这个样式，选这个边框，边框这里啊，边框类型我们改成一个实线。这宽度的话，我们把这个值给它取消，上我们给它改成1。这里颜色的话，我们点一下啊，颜色我们这里还是给它改成一个，再点击这下高级设置。类距的话，我们来改一下。把值取消，类距把这个值取消，上改成个15。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拖一个，点击这里，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图标框，输入图标，这里就出来图标框，我们把它拖过来。那么这个图标这里这个图标库，我们改一下这个图标，输入一个 S， 输入一个 SO。那么大概就这个，我们把它点一下，点这个插入，就是一个箭头向上的一个图标。那这个图标我们点一下，我们改一下这里文字，改成一个上一个。这个呢，它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呢，它如果说想跳到另外一个页面，比如说上一个页面，它点击这个呢，它就会跳到上一个页面，或者说点击一个下呢，它就会跳到下一个页面。今天这个视频呢稍微有点复杂哈，建议大家呢先关注小鱼儿，把这个视频呢收藏起来，反复观看啊。这里相关的链接呢都在描述栏。那如果说你一次看不懂没有关系，你可以暂停下来慢慢的看。当你学会了之后呢，你基本上掌握了这些 Elementor 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用法，后期呢你就可以创建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哈，慢慢学。这里这个箭头符号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不同的方向。我们点这个样式。比如说这个箭头符号，我可以给它放在左边，也可以给它放在右边啊，都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它和这个字对齐，我们把它放在中间啊，垂直对齐的我们选择中间。我们点这个图标，那这个图标的颜色呢，这里我们点一下，给它弄成一个白色。那这个悬停的颜色我们改一下啊，点这里我们给它弄成一个绿色。OK， 可以看到放上来它就会是一个绿色。这里呢，我们再设置一下啊，这个尺寸改成一个20，小一点，25吧，稍微大一点。那这个旋转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45啊，点一个-45哈，朝外面这个样子。可以看到它这里啊，变成了一个斜的向上。那么这个箭头就表示我们的上一个页面，点这里收起来。那么这内容这里点一下，排版点一下，字体大小改成15。这儿行高我们也给它改成一个15，点击这个笔给它收回去啊。这个颜色啊，标题的颜色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绿色。这里面的内容我们还没有改，我们点一下这个内容，这里我们到这边来改，点完之后我们到这边来改。比如说一个关于我们，把这里改成一个关于我们，或者其他的哈都可以。那这个描述呢，我们也把它来改一下，点这个样式这里。点内容，内容下面这里有个描述哈，刚才我们改的是上面这个标题，现在我们改下面这个描述，在这排版先点一下，字体大小改成22，行高的话也给它改成22，这个笔给它收起来，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白色 ，OK 就这个颜色就可以。那这里我们点旁边这个笔，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一下，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这里呢，我们把它的中间的间距给它来改一下哈。我们找到这里这个容器，你也可以点这里也可以啊，在这里也能找到。点这个布局，这里主轴对齐，这里我们选择一个首尾无内容等间距，点这个。OK， 这里关掉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边一个。那这边这个我们来改一下，点这个笔，
这儿我们给它改成下一个，这里给它改成其他的产品介绍解决方案。那这个箭头可以看到不对啊，这个箭头我们要改一下。这个箭头我们点样式，这个位置呢，我们就让它向右了。图标的位置是正确的啊，点这个图标，图标这个尺寸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直接改成45，可以看到它就向那边了。啊，一个上页跳到上一页，一个跳到下一页。OK， 那这里就设计的差不多了啊。这里我把这个面板收起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售后服务啊。这里有我们的一个服务类型，看一下。啊，每点一个它都会变颜色。那这里有我们的一个常见问题啊，可以看到，点这里呢，它就会看到里面的一些答疑啊，可以看到，点进来它就会变成绿色。再往下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哈，可以看一下。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跳转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看到底了，你想跳到另外一个页面，那就可以点这个，再把它放回来。我们这个是看到的，现在是我们的PC 端的一个效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的一个效果 ，OK， 没有问题。再看一下平板电脑的一个效果，也可以。再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它会更紧凑哈，非常的不错，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点这个发布 ，OK， 这里完全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上面的3条横线啊，在这个左上角点一下，它可以带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设计我们的下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呢，我把它改一下，比如说这个页面叫做，像我们刚才这个里面有这个服务列表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产品维修与更换服务，那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一下，让它这个太长了，把这个标题再简洁一点，让它短一点。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产品保修，我们就把这个标题给它写在这儿。这里我们点一个保存，这里呢我们还是点下面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做好的前面的这个页面呢，给它复制成一个模板。比如说我们下次要做产品维修与更换服务，或者说做在线帮助与使用教程，或者全球服务、全球物流或者定期产品维修，这个我要做这些模板的时候呢，那我都可以调用这个下面这个模板。那我们要做的更换一下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发布，这里旁边这里有个倒三角，可以看到有一个保存选项，发布的旁边这个粉色的点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另存为模板，我们这里点一下。那这里我们就输入一个单个服务模板 ，OK， 这里点击一个保存。那么这样可以看到，我们就有了整个页面，它就会保存整个页面。下次呢，我们要做其他页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后面有一个插入，直接点击插入就可以了。这样呢，它可以加快我们的做网站的一个速度。比如说这里我现在做的是看一下，刚才问了 GPT 比如说产品保修，我就这里点这个笔，把这个售后服务改成一个产品保修服务。那这下面这里也点这个笔改一下，再点一下，把这里也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保修服务。那这里呢可以改成笔，这里改成一个联系我们。OK， 这下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输入一个联系我们。那点一下，这里下面就有点一个链接，后面点一下这个后链接选择，还是让它从新窗口打开，这个呢放回去。OK， 这里改好，这里我们点一个发布就可以了。这里我们还是点这个3条横线，点一下，然后退回到 WordPress 后台，再点一个 W。这里可以看到在页面这个下面有个新页面，我们点一下。这我们还再来创建一个新页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里除了产品维修，还有一个在线帮助。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在线帮助，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再点击这个回到后台。那我们这里可以再点一个新页面。那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可以看到，除了产品维修服务，还有一个在线帮助服务，还有一个全球物流服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建一个页面呢，就叫一个全球物流服务，还有一个定期产品维修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可以把这每一个服务呢，都给它创建成一个页面。我叫个全球物流服务，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个发布。那这里再回到后台。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新的页面。那这里还有个定期产品维修服务，定期产品修服务，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这个呢，我这里只是一种演示啊，你可以根据你的产品或者你的服务来做。我这里只是演示这些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这里我们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所有的服务就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可以看到现在这么多页面呢，我就找一个页面来做一下，比如说这个产品维修，那点一个编辑，这里再点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这里我们点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 ，OK，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页面。那这里呢，我就直接点击这里中间这个添加模板，这里有一个我的模板，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添加进来的一些模板。这里有一个单个服务模板啊，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插入，点一个应用，那这里可以看到啊，它就直接全部添加进来了整个页面。那么我们点这个中间这个页面设置，这个全宽，这里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这个 Elementor 全宽啊，它也直接复制过来了，我们这里都不用改了。那因为这个页面呢，它是关于一个全球物流服务的，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点这个笔，改成全球物流服务啊。下面这里我们要点一下，改一下售后服务，再点一下，把它改成物流服务。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啊，鼠标往下拉，这下面这个页面呢，所有的内容呢，你都可以改成你相关的。因为我刚才呢是复制，因为我刚才是直接导入复制的这个模板，相当于，所以说呢，这里面的内容呢，它都是一些关于售后服务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这里是一个全球物流服务，那这里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我们比如说这里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全球物流与退货服务，那这上面能看到这个显示的。这里呢，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或者说你当前进来的是这个页面，我们这里来把它这个文本的颜色呢，这个你给它改一下。我们点这个样式，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文本的颜色。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笔，那这里直接点这个自定义我把它改成一个绿色。我是应该把这个文本颜色点这个前面这里，刚才改到那个背景去了点文本。这里我给它改成一个绿色我直接把这个字体给它变成一个绿色。那么你要改背景你要改文本，你就选文本，刚才改成背景去了。那这里我们再来点这个文字排版，这个排版我们看一下，这里点后面这个笔。那下面这里文本装饰这里我们点这个倒三角，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一个下划线 ，OK，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加上了这个下划线。那么大家点了这个页面的时候呢，看到这里的显示呢，就知道它目前呢在的页面呢就是这个全球服务的一个页面。那么还有这里的所有项目呢，它都是可以添加链接的。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产品维修点一下这里，这下面把这个井号键给它删除，直接输入一个产品维修，可以看到这里就出了定期产品维修，点一下。在后面点一下，我们还是让它从一个新窗口打开，点好之后把这个收上去。那第二个同样点这个笔，这里有链接，我们输入一个在线帮助，OK， 这个在线帮助也就出来，我们点一下，还是同样要点这个从新窗口打开不然它就直接在当前页面打开，那就直接把这个窗口呢就冲的没有了所以一定要选择在这个新窗口打开。那么它这里就点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就会另外开启一个新的窗口显示这个里面的内容。全球服务这里点一下，我们点内容这里点一个全球物流 ，OK， 这里已经出来了全球物流。同样这里要给它打开在新窗口，把它收起来了。还有最后一个定期产品，这里定期产品 ，OK， 这里定期产品出来了维修。这里给新窗口打开，那这里呢，当他点到任何一个页面的时候呢，它都会跳转。
为什么这里啊每一次添加链接都有了？因为我们刚才啊可以看到，我都建了这几个页面，我都把它新建了啊，它都有一个单独的页面。所以说你在这里搜索的时候呢，你才能找到。如果说你没有建一些页面，这些相关的页面出来，那么你在这里搜索链接的时候，你是搜索不到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点哈，这里除了可以搜索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你这个相关页面的一个链接进来，也是可以的。刚才给大家讲过，这里呢一定要选择在新窗口打开，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里每一个服务呢都给它添加上了一个链接。那这里呢我们点一下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联系我们，添加一个链接，这里输入一个联系我们。那当你输完之后，它这下面没有跳出来的时候，你用鼠标在这里点一下啊，它就会自动跳出来。那这样链接就加上去了，这里点一下，在新窗口打开，点这个呢就是表示收回去。那我们鼠标再往下拉啊，看一下，比如说这里一个上一个下一个啊，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那么同样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啊下一个给它添加上链接啊。现在我们先来上一个关于我们，那这里在这里呢可以输入一个关于我们，点一下啊，这里就会出现啊，这里同样还是点击从新窗口打开。那这边也是一样，下一个点这个笔，这里呢解决方案，我们直接在这下面搜索一个解决方案，然后点一下这个笔啊，这下面有个解决方案，这里链接就加进来了，记得一定要点这个在新窗口打开。OK， 那这两个链接呢也给它添加好了，这里呢就差不多我们整个网站的链接呢就已经全部加进来了。那下次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相关的链接呢，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这里做好之后呢，我就直接点击一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这里呢，我们现在呢，我做好的就是这一个全球物流服务的这一个页面。那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些相关的页面，那大家呢以此类推，都可以按照刚才的这个方法去导入模板，更改里面的内容啊，改成对应页面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那么方法和原理呢，和刚才讲解的是一模一样的，更改里面的内容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这里一定先点一个发布哈，不然你这里就全部没有保存。点击左上角这里，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里还要点一个 W。OK， 这里回到后台的话，我们点击一下上面啊，左上角这里一个查看站点，我们在新窗口打开。那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呢，因为我们有添加几个售后服务啊，比如说产品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在线帮助啊，全球物流这些啊，但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首页呢，在这里呢都看不到。那么我们要把它加到一个服务里面来，那怎么加呢？接下来大家继续跟着我的步骤，我们再接着往下操作。那这里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鼠标点击左边的这个外观，外观里面呢选择这个菜单，这儿呢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链接啊，这里可以看到这下面这里有个文章的下面这里有个自定义链接，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链接的文字，比如就叫一个服务，那这上面网址呢我们就给它输入一个井号。那这个井号键呢，它就代表它是一个链接，但是它不跳转。点这里一个添加至菜单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有了这个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服务呢都在这里呢，我们把它勾选一下。勾选好之后呢，点这个添加至菜单 ，OK， 可以看到这里添加进来了。那这个呢，我们把它统一呢，给它拖在这个服务的下面。那这里我们把它挪一下啊，可以看到这儿。产品的维修服务，我们往后挪一格啊，这就是一个子菜单哈。全球的物业物流也要往这边拖，在线帮助也是啊，产品保修 OK， 我们都把它这样子拖到这个服务的子菜单里面来。这里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把它挪动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把它整体往上拉，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在第2个位置也是可以的啊，只要按住这个呢，也可以往下拉，也可以往上拉，看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调换的。好了之后呢，这里我们就菜单点一个保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左上角这里一个查看站点 OK，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儿我们刷新一下，
OK， 我们看到这里服务已经加进来了，里面它的一个你看全球服务、在线帮助、产品保修。如果说你这里没有，大家也别着急，可以回到后台，点击这里一个插件，这里有一个缓存插件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启用一下。那这里呢，先启用一下呢，再给它禁用。那这个呢，我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它可能缓存比较慢啊，没有及时展示，所以我们这里点击一下。我们再点这个上面这个查看站点，点一下 ，OK， 可以看到现在啊，它产品啊这里定期这个维修啊、全球物流啊、在线帮助、产品保修，刚才我们这4个服务呢都全部已经加进来了。那这里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点一个产品维修，点一下啊，它会跳转到产品维修的一个页面。那么我们点在线帮助呢，它也会跳转到一个在线帮助的一个页面，每一个呢它都有一个单独的页面。那这里呢，我们产品保修服务，我们可以鼠标往下拉，那这里有一个联系我们，那我们点一下会来到联系我们的页面。因为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做，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联系页面做好。那鼠标再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上一个关于我们直接点这个箭头符号。那这里所有链接加进来之后呢，不管你点哪个地方呢，它都会跳到相应的一个页面。那么这里呢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制作下一个页面，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啊。我们因为我们做网站的话肯定会写文章的这个呢是必备的。那我们一起来制作一下，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这里一个所有页面，这里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已经添加进了一个博客页面。如果说你没有添加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新页面去添加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那我这里有的话，我直接就点一个编辑，接下来点这个上面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OK， 来到这个博客页面之后呢，我们先找到这个页面设置，点一下，我们这里选择这个页面宽度，选一个Elementor 全宽，那么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最上面这个 banner 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做，我们可以从其他页面直接复制一个把这个板块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怎么复制呢？那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比如说找到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点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区域给它复制过去。那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板块，不确定的情况下点这个结构，就这个 banner， 我们点一下鼠标的一个右键，点一个复制。那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博客页面，这里点一个右键，点一个连贴，那这里它就直接粘贴过来了。这里呢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把这个点这个笔，把这个关于我们改成一个博客。下面这里也给它点一下这里把它改成一个博客。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加号，点添加一个容器把它拖到这个下面来。那这箭头的我们改成向下，点这个高级。这一句我们来给它改一下，我们把这里的值给它先取消一下，这里改成一个110，这儿的话我们改成10，这里改成80，最后这儿我们也给它改成10。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把这个给它切换到英文字幕，输入一个 POST， 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那这里呢，它一共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模板，这儿它每一个显示的效果呢都会不同可以看到这个呢它是这样子显示的这个是这样显示的这个是这样子的，一共提供了5种那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第5个，这里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设置它，我们这里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我们把后面这个给它删除，这2个位置的话我们把它挪一下。那这里列数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列，标题的话我们给它选择一个 H4， 我们先给它禁用一下，鼠标往下拉，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拉。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显示作者，如果我们不想显示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关掉，比如说这里把它关掉，这样关掉呢看起来简洁一点再往下拉，这个图标呢我们不需要，把它点这里有个删除键，我们把它删除。OK， 可以看到这上面就干干净净的。那再往下拉，点这个设置里面，这个文章的数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6篇，接下来点这个样式，这里面有一个 POST， 这个就是文章了，
我们点一下它。那文章的间距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0。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面图，点这个 TH， 这里有个背景类型，我们点一下，我们把它的颜色改一下啊，我们来制作一个渐变的一个背景颜色。那这里呢，我们点这后面一个选择，我把它拉到最左边啊，改成一个透明，点这个把它收回去。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渐变，那这里次要颜色的话，我们点在后面这个红的，我们给它选择一个黑灰色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喜欢什么颜色，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什么颜色。那这个主图容器我们点一下啊，我们可以让它高一点，改成一个350。那么我们再点开这个标题，把这里给它全部设置成0。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来改一下字号，那字体大小的话，给它改成一个25。鼠标往下拉，这个行高这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EM， 行高给它改成1.2。我们点这个笔把它收起来。这里呢，这个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白色啊，这里显示白色。那再点一下这个悬停。鼠标点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绿色啊，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种效果。那这里我们再来找到这个 POST， 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字号，点这个笔，鼠标往下拉，字体大小改成一个17，行高这里改成25，点这个笔给它收回去。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绿色啊，这里大概就这样子了。这儿我们就点击一个发布线。那等一下我们发布文章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点这个 W 回到这个后台。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哈，复制这个 COM 这里结束，从新窗口打开，这里进入到首页。进入首页之后呢，还是通过这个 W 回到后台。回到后台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写文章了。我们点击这个文章，点一个写文章。这里不会写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用到我们的 AI 工具啊，我们的 GPT。这儿呢，我们就让它帮我们写。我们先让它给我们写一些标题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复制几个标题，开始我们的文章。这里呢，我们刚开始我们先写6篇，等一下我们写好了呢，它就能出现在我们刚才设计的这个页面。这儿交给 GPT， 帮我写一篇关于把这个我们的公司网站名字发给他啊，创联科技公司的博客文章标题，写6篇 OK， 或者写10个啊，帮我写10个关于创联科技公司网站，加个网站哈，网站的博客文章标题 OK， 发送给他。OK， 这里10个标题就出来了，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个标题写下来。那这里我们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接着点这个 W 回到后台，我们再接着点写文章啊，这里第2个粘贴过来哈，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把标题粘贴过来，这里再接着写文章，可以多点几个，我们可以在新窗口打开。OK， 这里写下一个，点击2个发布，再写下一个。再写下一个 OK， 点发布。那先把6个标题写出来 OK， 这里就发布好了，就先关掉。回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所有文章，这里有一个我们先把它回收啊，它是 WordPress 后台的，不需要先把它回收。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写了6个标题出来。那这儿呢，我们还除了这个需要它帮我们给出一些标题，那还需要它帮我们画图啊。根据以上标题，分别帮我生成4张图，封面图比例16:9。OK， 这里发给他。那这个呢，我们还可以去，我这里除了它可以帮我们画图，一个一个来嘛。我们还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了，用我们的谷歌翻译这儿翻译一下，用我们的雷埃拉多来生成图片也是可以的。这里点进来过后哈，雷埃拉多大家都用过吧，或者用 Midjourney 都可以哈。这里你看，点击这里一个生成图片，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提示词输入到这个上面，这里比例选一下16:9，就直接点一个生成啊。这是第一个，再来个第2个。先翻译一下啊，因为它需要一个英文提示词，接着再生成第2个，再点一个生成。你要多少图片呢都没有问题，把这个提示词粘贴到最顶上，这里点一个生成。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GPT 它也能生成图哈，比如说第1个生成好了，我让它生成最后一个，来再让它帮我生成一个。
那你觉得哪个好用哈，你就用哪一个。我看一下，复制一下。那么你想要多少图片都没有问题啊，这些完全是没有版权的哈。所以大家绘图软件啊工具都要备上几个啊。Leonardo 的一个注册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这个是下面生成出来的图片，这我们可以保存一下。这下面有个箭头符号，就是一个保存，这里给它保存一下。这儿点击一个保存，这儿点击一个保存，需要的图片你就可以把它保存哈。这里也是一样哈，这个 GPT 生成出来的也是点这里有个下载按钮，再生成一组。那么这里模型可以看到啊，你还可以换成这里其他的模型，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这个第二个图也出来了。OK， 我们把这些图片全部给它添加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文章页面啊，这里点一个所有文章啊，这里我们刚才的都出现了啊，点这个编辑，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在这边点击设置特色图片，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的图片全部给它加进来。这里选了之后就上传一张图片，点击设置成，这里就点设置成特色图片。那这里呢，你可以把刚才写的每一个文章呢都给它添加一张图片，这里呢可以打开一起编辑，这样呢会比较快速一点。把这个图片给它加进来，这个图片都给它加进来，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有点像是批量操作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我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我们来增加一个标签啊，这里有一个分类目录啊，这里可以点一个新增分类，比如说这个是关于生产 ，OK， 这里就有，我们把它勾选一下。那么这里标签呢，你比如说这个是跟生产相关的一些标签，那这我们又可以问 GPT 了，这个标题会使用到哪些标签？写5个，对，直接让 GPT 帮我们写5个。OK， 这里就有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那他说用逗号或者回车，我们把这个井号键给它删除，直接用逗号。好了之后，我们就点一个上面的保存。每一个文章呢，方法都是一样的，每一篇文章呢都可以到这下面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我们这里好了之后，上面这些呢就全部给它保存。保存好了之后呢，就直接关掉，点一个保存，记得一定要保存。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博客页面，那么这里我们来到这个页面，我们再刷新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博客页面。OK， 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写的这几篇文章就出来了，这里6篇文章。那我们写好的文章它会自动被加载进来。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这些封面图啊，它不是非常的清晰，有点模糊啊，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我们选中这个区域啊，这里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图片的分辨率，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我们给它改成一个原图。OK， 可以看到现在就清晰多了。那这里面这个字体的话，点一下这个笔，我们点一下啊，我们可以来找到这个标题啊，点这个样式，点一下这个笔啊，点这个排版，我看一下它字符的一个间距是多少。对，这里呢，我们刚才因为离得太稀了，我们让它字体呢稍微紧凑一点，我看一下改成个1是怎么样的，改成一个啊，它原本是这样子的，可以看到它这样离得太中间空的太多了，我们改成一个2看一下。OK， 这样就差不多哈。把这个字符间距给它改一下啊，找到这个标题。OK， 这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那这里看一下笔记本电脑，那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平板电脑，这里也没有问题。看一下手机 ，OK， 这里都没有影响哈。那么我们把这个隐藏面板给它点出来，点击一个发布。OK， 这里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在下面加一个地图，看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加一个地图。那这个地图怎么加呢？啊，我们接着往下走。那这里我们点这个加号啊，这里拖入一个容器过来啊，这个容器不要放到上面，放到这个下面。这里我们再点这个加号，再放一个容器进来，放到它的中间。这里我们还是选择一个，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航水瓶。这里我们再点一个加号，再加一个容器进来。那这里我们点一个高级设置，把这个外距这里只取消一下，这里改成一个-70。OK， 这里再点加号，我们这里输入一个地图，然后我们把这个谷歌地图给它拖进来。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地址啊，比如说上海晋。你可以输入一个公司的一个所在地，这里高度的话可以设置，比如这里可以改成一个500，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大小就是这么大。
啊，它的高度呢就是这么高啊，你甚至可以设置成800啊，它会更高。看一下，一般情况下500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选中这个区块就可以了，因为上面是我们复制过来的。选中之后，我们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笔记本电脑，看一下啊，这个是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平板，这个也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窄啊，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那么我们在选中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这一个容器，点一下，我们这里这个宽度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成500。那在我们点一个高级内距的话，给它改成0，外距这里我们把值取消，这里右的话可以改成一个-30，左的话也是一样-30。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变宽了。OK，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地图，那么没有问题，点这个隐藏面板，把这个隐藏面板点出来，然后回到我们的桌面端，这里点一个发布。那么这里我们把这个面板隐藏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有我们的邮箱啊，还有我们的一个联系地址。那这边客户呢，他可以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箱，他有什么疑问呢，他还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啊，也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反馈。那再往下拉呢，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地图都会显示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设计。我们这点这3个横线，退回到 WordPress， 这儿再点一个 W 回到后台。那么我们这里直接点击这个查看站点。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编辑页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把后面的这些呢给它删除掉，可以看到啊，把后面的全部给它删除，就到这个 COM 结尾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打开，那它也会带我们来到首页。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回到后台，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也可以选择从新窗口打开，那它也会带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啊，这是2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首页呢上面呢有我们的一个导航栏，还有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我们的一个2级菜单啊，非常的漂亮。中间可以看到是我们的轮廓图，这里呢有关于我们和联系我们。那你这里可以点一下啊，如果说没有链接啊，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制作这里没有链接，那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那怎么加？鼠标回到这个顶上，这里有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点一下，我们把这个链接给它加进来。那这里选中这里关于我们这里这个笔，那这里有个链接，可以看到我们输入一个关于我们，那这里就跳出来了。这后面我们再点一个在新窗口打开。OK， 然后这里一个联系，我们点一下这里啊，这里同样在这边链接下面这里把这个井号也要给它删除掉，输入一个联系我们，点一下在这里。OK， 这里同样点这个链接选项，在新窗口打开。OK， 那么这上面看一下哪里还有链接没加到的，你可以看一下。那这里有一个查看更多，这个也可以点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加一个链接，比如说加入一个产品或者博客也可以啊，博客，把我们的博客啊链接加进去。这里呢点一个在新窗口打开啊，鼠标往下拉，那看一下还有没有。 OK， 这里没有了。加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发布。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点击这里查看站点，那这里我们点这个上面啊左上角这个键刷新一下，一定要把这些地方呢给它添加上一个链接。现在我们可以点一下 OK， 可以看到它会带我们跳转到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啊，非常的不错。再点一下这个联系我们啊，它会带我们来到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那再往下拉呢啊，是展示我们的一个产品，在这下面是展示我们的一个产品区域。那再往下拉呢啊，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鼠标再往下拉，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数据。再往下拉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区域。OK， 这里再往下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底部栏哈。有我们公司的简单介绍啊，有我们的地址联系方式，这里有我们常用的一些链接啊，比如说关于我们的团队。那这后面呢还有个邮件订阅哈，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直接啊输入他的邮箱进行一个订阅哈。我们鼠标往上翻，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个上面呢，这里还没有看到我们的一个博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博客呢给它添加进来。那这儿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
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点这里面的一个菜单。菜单的话，这里我们点查看所有，这里有个博客啊，我们把它添加至菜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博客已经添加进来了。这里比如说博客比较重要，我们把它鼠标左键按住不动，我们可以把它拖到这个第2个来。OK， 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菜单。因为作为一个网站的话，博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博客里面的内容呢，里面的文章一旦被谷歌、百度收录的话，那么可以获取一些免费的流量。那这里呢，我们添加进来之后呢，我们再找到这一个左边的一个插件，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缓存插件，我们先点一个禁用，再点一个启用。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清除里面内存，快速的更新啊。我们再来点击左上角这个查看站点。OK，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博客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这个服务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一些服务。那这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这些菜单栏呢，如果说你有不想要的，想要删除，比如说这个产品保修，那还是回到后台。这里呢，还是选择这个外观，点一个菜单，鼠标往下拉啊。这里比如说一个产品保修，我们点击这里啊，后面这里有个三角，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移除啊，我们直接点移除就可以了。OK， 那就没有了，点一个保存。那这里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OK， 那这上面的一个产品保修了，那就没有了。那如果说它这上面还没有消失的话，那你刚才的一个缓存插件呢，大家呢再去把它禁用开启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博客，它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啊。这是我们刚才做的一个博客，这里面的文章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改一下。因为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后面有几个文章呢，我也没有认真的写啊，大家要去写一下，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点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它会带我们来到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可以看到这里有地图，下面有我们的一个页角。那么这里关于我们呢，也是可以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啊，这个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非常的专业。那这儿回到我们的一个首页。视频讲到这里呢，我们一个完整的网站呢就已经搭建好了，整个页面看起来是非常的专业好看。建议大家呢想要建网站啊，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啊，大家不要着急啊，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跟着小鱼儿一点一点的去操作。那么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描述栏的链接呢，跟着一起操作。有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探讨。OK， 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喜欢小鱼儿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关注，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呢有需要的朋友。